张衍原本是末日中的一名长官，却因掩护营地撤退而意外死亡，带着对生命的极度渴望，张衍借体重生到了这个同名同姓的年轻人身上。要说这个年轻人也是够倒霉的，就因大半夜看了一场流星雨，捡了一个神秘的玉佩，就被神秘的力量反噬身亡。而张衍重生到这个修仙世界已过数十天，不仅修为毫无进展，就连生计都难以维持啊！如此下去，大道之路遥遥无期啊！这时，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，好奇地询问：“我看你修为也不高，有何能力解读时文？”张衍笑了笑：“如果不信，君可亲自一试。”见张衍神情自若，像是真是有几分门道，不禁有了些好奇心，当下便从怀中拿出了一本道书，重重地拍在石桌上：“我这里刚好有一本道书，你若能解读出来，我重重有赏。”张衍从容地推开道书，微微一笑：“请阁下放心，这本《永川行水书》，我有幸看过摹本，内容尽在心中，不必再次翻阅。”赵元神情一凝，惊讶道：“时文晦涩难懂，你能记在心中？怕不是说笑吧？”张衍没有说话，拿起笔，蘸上墨，便在白纸上飞快地书写。一旁的赵元看到这一幕，神色不自觉地变得严肃了几分。通常人解读道书都是拿出竹筹卜算推断，而此人竟然能够当场解读。而赵元不知道的是，张衍是通过那块残玉提升思维速度，才敢直接解读。大概半个时辰之后，张衍笔锋终于收笔，随后他将白纸拿起交与赵元。赵元接过，看了一眼，随口称赞道：“好字，好字。”不过再看了几眼，却是吃了一惊。这篇解读出来的道书语句用词甚为简洁精辟，看得出这个张衍不但是个读书人出身，而且在时文意图上颇有造诣。赵元暗道，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必须要好好结识一番。想到这里，赵元当下便向着张衍拱手道：“在下赵元，得修观弟子，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”张衍当即起身还了一礼：“在下张衍，乃是单渊观弟子。”赵元哈哈一笑：“得修观与单渊观同为明仓派三大下院之一，如此看来，你我也算是同门师兄弟了。今日来的匆忙，未带珍宝，这是五行神砂中的玉龟砂，还指点银两，还请师弟务必收下。那就多谢赵师兄了。”而后张衍又提醒了一句：“赵兄今日的情绪大起大落，心性太乱，切记不要修炼时文。”日头偏西，张衍这才收摊，独自向着居所走去。只是这时，一名女子突然出现在了张衍身前。就在张衍疑惑之时，那名女子却对张衍拔刀相向。这名男子因身体太虚，导致一修炼便吐血昏迷不醒。他的便宜妹妹见状，还以为是功法的问题，直接拦住了正要回家的张衍，打算替家兄报仇。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张衍也是明白了，赵元还是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。没办法，如今的张衍没有丝毫的实力，为了自己的小命，张衍只能前往德修观自证清白。画面一转，张衍跟着那名女子来到了德修观的弟子居所。张衍为赵元号了下脉，随后说道：“赵兄心性不稳，又急于修炼时文，这才导致气息散乱昏迷不醒。好在没有大碍，想必很快就会醒来。”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，闻声看去，只见一个大肚便便的中年男子缓缓走了进来。此人名叫卞乔，乃是德修观的一名执事。张衍见状眉头微皱，知道来者不善。果然，卞乔上来便问罪：“你乃单渊观弟子，区区一个外来人，却欺世盗名，借解读时文之事，坑害我的修观弟子，该当何罪？”张衍丝毫不慌，直言说道：“赵师兄昏迷之事，只是个人修炼不当导致，与我张某无关。德修观和我单渊观师承一脉，同为明仓派下院之一，阁下这般咄咄逼人，莫非是要挑拨宗门之间的关系？”闻言，卞乔当即脸色一变，不曾想这张衍竟然这般阴险，还反过来寻我的错了。幸好我还留了一手。只见卞乔从怀中掏出了3本道法，而后说道：“卞某向来秉公行事，自然不会冤枉人。这里有3本道书，你若解读出来，我既往不咎；若解读不出来，今日就休想活着离开这里。”只见张衍一把夺过卞乔手中的3本道书，而后一脸自信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张某今日必会证明自己的清白。”这时张衍开口道：“这3本道书，想必卞执事早就熟读于心了。既然如此，这第1本我便口头解读，至于这时文的对错，就由卞执事来评断了。”这本道书名为《敌窍图》，讲究如何和时辰对应淬炼自己的诀窍脉络，法诀曰窍通神关，涤荡灵丹，引入时辰，淬炼身心，去其糟粕，融会贯通。此时的众人个个都是屏气凝神，听得如醉如痴，仿佛都进入了一个奇妙的境地。而卞乔却是脸色惨白，他没想到这个张衍居然这么厉害，连忙叫停：“够了，别再念了，这本可以了。这第2本，以防法诀泄露，这本时文你亲自一写。”在翻了几页之后，张衍发现这是一本上好的道门法诀，全篇虽只有16个精华竹文，但却暗含64种法诀，解读起来十分耗时，并且只要缺漏一种就不算成功。张衍冷笑一声，此刻如果换了一个人来，那的确是被难住了。不过是自己的话，
他伸手一探，手掌握住了藏在袖中的那块残玉，心神往里沉入进去。这玉中的时空与外界不同，狱中10日，外界1天。有了这块残玉，他可以用比旁人多10倍的时间来思考学习，用来推演诗文，更是无人可比。不过多时，张衍拿着那解读出来的诗文，看着卞乔说道：“卞执事，这曼曲经诗中蕴含的64种法诀已解读完毕，您是亲自辨识，还是在下念来听？”闻言，周围的弟子兴奋地说道：“念出来，念出来！”卞执事黑着脸，一把夺过了诗文，两眼过后，卞执事惊恐地看着手中的诗文，他没有想到，一个底层记名弟子，竟然能将曼曲经诗解读出来，而且竟然比我之前看到的译文更加易懂。这时张衍开口说道：“不知我解读出来的诗文，卞执事意下如何？”卞乔面皮抽搐了一下，嘴硬地说道：“这还有最后一本诗文，只要你能解读出来，我便心服口服。”而张衍只是看了2眼，随后冷声说道：“这本炼气真经只是一篇东挪西凑的吐纳书而已，这该不会是卞执事的闲鱼之作，写来消遣取乐的东西吧？”闻言，卞乔的脸都绿了，可还没等他发火，张衍便抢先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张某可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”此时的卞乔尽管胸中怒火翻沸，但表面上却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今日纯是误会，修道之人不拘小节，你我相识一场，也算有缘人了。这是治河丹，算是你我的相识之礼。张衍此时心中暗道：这治河丹可是有价无市的宝贝，我收了此物，送他一个顺水人情，倒也无妨。见天色已晚，张衍便不再多留，拱手便打算告辞。而一旁的卞乔还在沉思，他不明白，张衍不过是一个记名弟子，怎会懂得诗文这种高深莫测的东西？此事必有蹊跷，来日得去单渊关一趟，必须查明张衍的身份。别的主角都是3天2头突破一次，而我们的主角却是花费3年时间，才勉强修炼到驻元境界。激动的张衍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去。修道之路其修远兮，驻元期只是大道之途的第一步，我万万不可得意忘形。这时张衍摆弄着手中的残玉，他隐然觉得这块玉当中好像还有很多秘密没有挖掘出来。之前他修为低下，所以很多地方的猜想无法印证。正当他想试一试心中想法的时候，却有人在外轻轻拍打大门。张衍不禁诧异，自从他推说闭关后，已经很少有人来拜访自己了。门外是哪位师兄？门外那人轻声喊道：“少爷，我是张喜啊。”张衍一阵欣喜，他起身开门，只见一个40出头、模样老实的中年人瑟瑟站在门口。张喜低头道：“已有3月未见到少爷，如今春寒料峭，少爷又向来身体单薄，老奴心中担忧，便上来看看。”张衍洒然一笑：“我等修道人餐风饮露，寒暑不侵，喜伯无需忧虑。”张喜看了张衍一眼，神色间欲言又止。“哎，少爷，老仆我有句话不得不说。少爷在这苍梧山上已是3个春秋，掰指细算，可见也多少人成仙的道了。老爷临终前也是对你满怀期望，盼你光耀门楣，你本该读书应考，怎可在此耗费大好光阴啊？”张衍却是哈哈一笑：“喜伯呀，我心在大道，怎会贪图人间富贵？”说着，张衍不由感慨一声：“金殿枯骨黄泥冢，浊酒半杯济公侯，今朝一觉黄粱梦，只问仙人不问愁。”上一世所经历的末日浩劫，张衍深知在各种天灾和病毒面前，凡人毫无平相抗衡之力。即在世为人，他必要取那长生大道。可一旁的张喜却颓然摇头：“少爷看多了神仙志怪，受此毒害甚深，虚无缥缈的神仙之事怎可听信？”他叹道：“少爷，你资质不高，修仙无望，资质不高。”原本表情淡然的张衍神情略有异色，眉头轻皱：“喜伯，这话你是从何听来的？”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：“是从我这里听来的。”只见一个身着蓝色蓝衫的英武少年，正在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张衍，突然一笑：“哈哈哈，姐夫到了山上几年，倒是长进了不少啊。不过姐夫，求道长生有万般坎坷，千般关爱，似你这等资质，终生成就有限，还是回到家中，今后小心照看父母，做个凡人安度余生，岂不是逍遥快哉？”张衍淡淡一笑：“父母家人？呵，谁的父母，谁的家人？3年前，张衍娶了定阳周氏的周家小姐为妻，与此女拜堂之后，正要洞房之时，新娘居然周身大放光华，称自己是神女转世，如今即将飞升仙阙，让张衍照看他人间父母，100年之后便带着他去天庭同享极乐。只是没想到这番鬼话，张衍的前身竟然信了。哪怕妻族骄横，把他如下人一般使唤，却仍旧无怨无悔，一心一意侍奉神女父母，只盼有朝一日能享天道极乐。某日来了一个老道，指点了他一番，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哪里是什么仙家神女，分明是修道炼气士。只因修行大道无法常侍父母身边，担心道德不够圆满，才找到了张衍的前身，让这个冤大头来赡养父母，以便长补天道。幸好张衍得到指点，来到明苍派的单渊关求道，这才躲过了命中苦难。如今我张衍一心求道，岂会做你周家的棋子？周子上原本想直接绑了张衍下山，但是却看到张衍气息已经是驻元修为，心中有些吃惊，难道张衍在苍梧山上被某上师看中了不成？事到如今，
竟是轻易动不得他。想到这里，周子尚也不再多说些什么，转身就走。而张衍回到洞府没多久，却又有人在外拍打大门。张衍打开洞府大门询问：“阁下是？”在下艾仲文，张师兄果真如传言中那般风神俊朗？张衍微微一笑：“师兄谬赞了，在下张衍，久仰师兄大名了。艾师兄请里面坐，洞府寒湿，请勿见怪。”艾仲文哈哈一笑，摆了摆手：“我等修仙之辈，与抱拳卧石，与日月同眠，哪有这么多娇气？”说着，他也不客气，大步向里走去。来到洞府，艾仲文递给张衍一本道书，听闻师兄极善解读诗文，我近来访得一本《灵药问法》，有意请师兄一观，若有所得，还请指点一二。张衍神色略略一动，嘴角微微含笑。这个艾仲文嘴上说的客气，其实分明是借解读之名把道书送给他看。他也不矫情，当即伸手接过，攀谈了几句后，艾仲文突然问道：“师兄可知玄文法会？”张衍放下手中茶盏，点头道：“岂能不知？如此盛会3年才有一遇，师弟我原本还想去见识一番，怎奈在下上山3年只顾修行，不曾结交同道，一直不得而入。”艾仲文暗中看了看张衍脸色，见他嘴上说的可惜，但似乎又并不怎么放在心上，一时间猜不透他心思，试探道：“不瞒师弟，我今日来正是有意邀请师弟同去赴会，以师弟在诗文上的造诣，岂能不在法会上一展身手？”张衍望了一眼艾仲文后，嘴角微微上扬：“既然艾师兄邀我同去，师弟我岂有推脱之理？”艾仲文松了一口气，随后掏出一块铜牌，双手奉上：“此事法会信物，持此物可入山门。”犹豫了一下，他又拿出一瓶丹药摆在案几上，拱手道：“这是一瓶顺气调脉所用的正元丹，内有12枚，法会中难免会有争斗，还望师兄收下此物，以此稳固实力。”说罢，不等张衍开口，他再次一礼：“师兄不必客气，宗门还有事务需要处理，先行告辞了。”送走艾仲文，张衍回到洞府中，他拿出艾仲文便向送他的《灵药问法》翻看了起来，哪知道一看之下，却大为吃惊。原来这本《灵药问法》正是《新问10篇》中的一篇，里面的内容就是涉及到祝元最后一步元成入真的。只是不久之后，这本道书却看得他有些皱眉。其中的识文倒是难不倒他，但是其中有许多代指的玄门术语，张衍虽然略微知道一点，但他并不是正宗玄门世家出身，看着就有些吃力了。毕竟这又不是可以轻易尝试的，一个不慎就容易出现差池，所以这本书到他手中有也等于无用。可是他如今却又不能不练。突然，他眼中神光一闪，将袖中的残玉拿了出来。这玉中的分身和他一般无二，先前他也尝试过在里面修炼，但分身修炼并不能使得他自身的修为提升，这就证明残玉中的分身哪怕是修炼死亡，也丝毫影响不到他的本体，这已是不小的惊喜。这意味着今后哪怕没有老师指点，也能靠自己摸索出一条修行大道出来。修炼完后的张衍打开了那瓶正元丹，吃下一粒，半个时辰之后，他功行圆满，此时疲惫之感尽去，全身内气鼓荡，元根饱满，神气之充盈，竟然堪比他平日打坐一夜。张衍暗暗吃惊，原本他就知道丹药对修士的颇有助益，没想到效果竟如此不凡。以前自己还是小看了丹药的作用，难怪那些玄门世家的弟子一个个都是驻元有成，恐怕除了有上好的道籍，也有丹药辅佐之功。可惜的是，手中的丹药稀少，今后只能在关键时刻吞服，不能随意浪费。心下暗自打定主意，看来以后要多多注意丹药的搜集，有机会绝对不能放过。与此同时，周子尚已经来到了单渊观的一座阁楼下，并且跟着一名道童来到了杜真殿中。跨入大殿，就见一个白发白须的老道盘膝坐在正殿的蒲团上。老道双目微微睁开，拂尘一卷，原来是玉箫派之人，有何事来访我单渊观？周子尚恭敬地说道：“在下定阳。”周子尚，观中记名弟子张衍乃是在下姐夫，只因家中之事发生矛盾，因此负气上山，今日便是来带其下山。老道嘴唇蠕动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观中弟子修道，但凭道心本意，机缘灵性，老道从不强求。”这句话看似答非所问，其实关键在道心本意上。他的意思很明白，只要张衍不愿意，是不会强逼他下山的。周子尚微微一笑，这个结果早在他预料之中。既如此，那么请把这本道书转赠于我家姐夫，想来道长不会拒绝吧？周子尚双手托出一本薄薄卷册，递到老道跟前。老道目光一瞥，玄元内参妙录6个字一入眼，他眼皮便微微一跳，沉吟半晌之后才说道：“如此就由贫道转交。”老道神色淡漠，周子尚也不在意，拱手道：“多谢道友了。”而老道则挥了挥手中的拂尘，口中说道：“送客。”周子尚放声一笑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老道青缕合下白须，低头看了一眼手边道册，这本玄元内参妙录也是上古典籍，听闻原本是南华派贺道人所有，倒也的确是一本上等的开仙脉的法门。不过这本法诀内容繁杂，而且隐患极大，
如果没有长辈师长时时提点调理，极容易伤断内脉，自毁道基，以至于终生修道无望。老道不禁微微叹了一口气，不知这个周子尚和张衍有什么过节，竟然要断人修道之路。画面一转，张衍来到了上泽关山门前，他亮出铜牌信物，童子自然不敢阻拦，任由其踏入山门。只是他刚跨入山门内，迎面却有人伸手一拦，冷声道：“慢着，你是哪关弟子？”张衍看了一眼，发现面前站的是一个年约30，手持拂尘，肤白貌美的道姑。不过这道姑双眉飞扬，目光锐气逼人，鼻梁如男子一般挺直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物。张衍对道姑执了一个弟子礼：“弟子单渊关张衍。”“你就是张衍？”这个道姑似乎听说过张衍的名字，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出言道：“听说你精通识文，那我且问你，向和说的是何典故？”此时一位肤白貌美的道姑也问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。一旁的张衍答道：“向和出自《与图新说》，乃100年前散人孔兰所著，讲述村民杀了阻断灵犀的象群，巨蟒少了天敌，便将村民吞食之事。”道姑盯着张衍的双眼，既然知道，我再问你，若你是那村民，你该如何？张衍略略一想，当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杀一象即可。”道姑目光一闪：“为何？”“人象蛇乃互相制约之事，缺一不可。杀一象可保村民水源，留象群可防巨蟒。”道姑面无表情，让开了通路：“你可以进去了。”张衍拱了拱手，而后跨过门槛，大步向里走去。他走后没多久，在道姑身旁的那名少女问道：“师叔，张衍的回答如何？”那名道姑解释道：“酒乃硕之极，食则多矣，多则满溢，少则圆满，这是天道，所以要杀一象。”张衍之念暗合天道，而走出不到100步的张衍听后，脚步却不由得放缓，琢磨道：道姑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那番话好像就是有意说给他听的。多则满溢，少则圆满，过犹不及。张衍皱眉沉思，反复琢磨，突然他好似明白了什么。他原本一直以为是自己的恭候未到，现在想想那名道姑所言，看来不是恭候未到，而是太过。问题这就在过犹不及4个字上。仿佛一道电光从眼前炸闪过，张衍恍然大悟，眼前的迷障一时尽散，不由放声大笑，原来如此。他转过身，冲着道姑那个方向遥遥一拜。不是世家出身的修道者，修炼之途当真是如履薄冰，一步踏错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。张衍胸中自有城府，略略一想后，便模糊猜到其中可能的原委。那道姑一定是看到自己修为正处在这一门槛上，又不好直接明言，所以通过一个典故来点醒自己。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做，但是这份人情他却是记下了。就在这时，他若有所觉般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个熟人身影步入眼中。艾仲文正在山道上愤愤而行，迎面一抬头，却意外看见张衍，眉目间顿现喜色，急急上前几步，拱手道：“张师兄原来早已到此，可也是听闻了莫远之事，这才赶来的吗？”张衍有些不解：“艾师兄，你说的莫远是何人？”见张衍似乎并不知晓，艾仲文叹了一声：“唉，一言难尽，张师兄且随我来，我慢慢说与你听。”两人一路向前，张衍这才弄清楚了其中的原委。这时他一抬头，到了。只见平台中间一张案几前有2个人正相对坐，一个身着道袍的中年人正手拿竹筹，对着面前的石纹细细推演，不过额头上已经微微见汗。而对面则是一个少年，正是广元派的弟子莫远。不久后，那中年人面色颓然，推盘而起，摇了摇头，叹气道：“师弟高明，师兄认输了。”而莫远嘴角一翘：“哼，明仓派不过如此。”见到自己的同门师弟认输，张衍非但没有挺身而出，反而转身就走。走出数百步后，张衍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笑道：“艾师兄可是以为我张衍是临阵退缩？”艾仲文勉强笑了笑：“张师兄此举必有深意。”张衍淡淡一笑，阻住众弟子去路：“既然广元派做的，为何我们做不得？”张师兄，你是说……艾仲文两眼盯着张衍，神情略略有些激动。他心中此时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在滋生，只是到了嘴边却又说不出来。听说3年前陈峰陈师兄以1人之力阻住2派弟子，使其无1人可以登顶，张某心向往之，有意效仿。他们若拦我派弟子1日，我便也拦他们1日。只见张衍背脊一挺，目光中凛然生威：“艾师兄，可敢与我同去？”画面一转，有3人一同上山，可还没走100步，不远处一块大石上方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：“可是广元派的师兄？”3人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那块大石上端坐着1人，正居高临下的看着自己。被人这般俯视，他心中不悦，冷哼道：“正是，你是何人？”那个人站起身，在下名仓派张衍，特在此邀斗。为首的弟子丝毫不将张衍放在眼里，废话少说，
文斗还是武斗？张衍微微一笑，都可，那就武斗。那名弟子趁着张衍还未动手，连招呼也不打一声，便一拳打了过来，妄图打张衍一个措手不及。可张衍感官敏锐，侧身一步便躲过了来者的攻击，而后一拳砸在他的鼻梁上。再看他时，已经满脸是血的躺在了地上，彻底失去了知觉。周围人看得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犹豫着不敢上前。这时张衍笑道：“等一起上好了。”不久之后，其余2人也都被打成了重伤。一旁的艾仲文忍不住多看了张衍几眼，赞道：“想不到张师兄原来也擅长技击之道，看来我原先还是多虑了。”张衍摇摇头，叽叽小道：“我玄门飞剑法宝才是杀人利器。”艾仲文点头称是，随即他又提醒道：“广元派擅长符书咒文，此番怕是有备而来，张师兄定要小心。”张衍洒然一笑：“无妨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再说，还有师兄在一旁补漏赌书，何惧之有？艾师兄，麻烦你去下个战书，就说我张衍约战广元派，3日之后推演新备。”闻言，艾仲文双目陡然睁大，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，连忙说道：“张师兄，你疯了不成？慎重啊，慎重！”而张衍面色镇定如常，沉声道：“艾师兄，不如此，我等难道在这里坐等广元派杀上门来？与其如此，不若主动出战，避其功于一役。”3日时间匆匆而过，荡云峰山脚下，高台之上，张衍神情自若，一路步履从容地走上高台。传说古代仙人以诸天星辰的运行轨迹，刻画出了9块星碑，每块碑文都奇异无比，推解之时，自身气息会随着星象变化徐徐自动。如果能弄清其中窍门，会有莫大的好处。相反，一旦出错，与天鬼相悖，重则神魂遭创，道基尽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张衍放下了手中的毛笔，解读完毕。而当张衍抬起头时，却发现广元派的弟子竟然在推演的时候晕了过去。这时，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了张衍的面前。“张衍，你可知罪？”张衍神情不变：“张某不知何罪。”林远沉下脸来：“你无端挑衅同道，私自争斗，致我2派互生间隙，对上欺瞒一众师兄，对下唆使同道为你张目，其心可诛。”他一番话下来，本以为张衍会惊慌失措，没想到张衍神情镇定自若，淡淡说道：“林师兄，莫缘阻路，知我闵苍派弟子3日不得登顶，在下虽只是一记名弟子，却也知耻辱2字。拦阻广元派，正是为我闵苍派名声不致遭他派肆意破坏。”“住口！众师兄如何谋划皆有定计，岂容你一小辈胡来？众师弟，与我将此人拿下！”一旁的艾仲文看得愤怒不已，他正欲开口，却没想到胸口一闷，身体居然无法动弹。原来是胡胜瑜拿住了他的手腕，一股元气顿时逼住了他的脉穴，以至于他不能开口。他又惊又怒，却又反抗不能，脸孔顿时涨得通红。张衍目光一扫，周围几个入门弟子已经围了上来，而山道上下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10几个弟子封堵住了。他暗暗一阵冷笑，正准备动手，这时荡云峰上却响起了一阵清越的钟鼓鸣音，所有人不由自主地看向峰顶。一个清秀无比的道童出现在不远处一块山石上，高声道：“张衍何在？”上师石守敬、贺守玄、真守中、折善渊关记名弟子张衍入关参礼。道童这句话一出，底下众人脸色各异，但却谁都没有动作。道童见下方久久毫无动静，立刻将手中的拂尘高举：“上师信物在此，张衍何在？还不速速上前！”拂尘一出，众人神情为之一变。林远脸色更是难看，他一眼看出那是上师时守敬随身的蝶兽拂尘。此物一出，如若他们仍有异动，一个不尊师长的罪名是跑不掉的。虽然心有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悻悻挥了挥手，让众人让开了出路。张衍见围在四周的人渐渐散开，他走到道童面前，抱拳道：“张衍在此。”“你就是张衍？”道童松了一口气，语速飞快地说道：“张衍，快快随我入关。”一路穿过3大殿，道童将他引入后关：“师兄请在此等候，我自去回禀。”张衍略一点头，道童闪身入内。没过多久，这名道童又走出来：“师兄，3位上师唤你入内。”张衍整理了一下道袍，将头上发髻正了正，目不斜视地走入大殿。前方的3名老道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上前几步，施礼道：“记名弟子张衍见过3位上师。”石守敬缓缓开口：“张衍，你上山3年有余了吧？”“是。”石守敬嗯了一声：“你在识文一道见解颇深，我问你，你是从何学来？”张衍答道：“半是天授，半是人为。”石守敬一怔，笑道：“好一个半是天授，半是人为，却是天在人先，而后人活。然若不为，天授何用？你倒是知之甚深。”这时他从袖中拿出一本道册，
递给张衍，拿去。张衍不问是什么，只是起身恭恭敬敬的接过。石守敬叮嘱道：此本道册乃是一本开脉上乘法诀，然其路颇多，稍有不慎便毁断根基。只是我观其法，却是一等一仙门典籍，上古正宗，不忍弃之，故如今交与你手，是否修炼，你可自作决断。行了，你可退下了。而张衍才踏出大殿，刚才那个引路的道童过来行了一礼，恭喜师兄，刚才上师入关前已传下法旨，师兄已是我单渊关第13位入门弟子。入门弟子吗？张衍长舒一口气，自己为入门费尽心机，但到这一刻真正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，他心中却波澜不起。他点了点头，对拱手道童道：多谢师弟了。说着又自怀中取出一枚正元丹，放入道童手心。道童眼前一亮，他认得这是好东西，看了看左右，便小心收好。他又凑近了一点，低声说：还有一些上师关照过的杂物，说要交与师兄，我自多差人手送至师兄洞府，师兄勿虑。张衍暗自一笑，听着道童的语气，这些杂物想必搬动不易，如果不是这枚丹药，怕是要自己亲自动手了。如此，有劳师弟了。道童眉开眼笑：哪里哪里，师兄好走好走。张衍回到洞府后，推门入内，他一眼看去，却发现洞府中正摆着一只青铜大鼎。张衍仔细看了看，这是古朴铜鼎，上面有镇着鼎3个古字，近前观望，还能察觉到一丝修道人才特有的气机。按那道童所说，这只大鼎应该是上师时守敬命人送来的，只是不给丹药道书，而偏偏给自己送来一只铜鼎，这到底是何用意？张衍来回踱步，深思其中奥妙。突然他脚步一顿，想起一个可能，上师送我鼎，莫非是用此来暗喻我的前途，提醒我今后应选择当一个力士？这是要我主动退出，不要与其他入门弟子争抢修道资源吗？张衍冷笑一声，自己的修道之路岂容他人决定？他绝不甘心只做一名力士，那只是奴仆护卫一流，那种长生求来有何意义？修仙求的就是超脱，被人奴役左右，那还成什么仙？修什么道？张衍冷笑着围着这只鼎转了2圈。突然张衍脑海中升起一个大胆的念头，从那些气机上可以感受到，这只鼎其实也不是一件凡物，而算得上是一件法器，本身有去无存精之效。一念至此，他眼中大放光彩，利用此鼎的功效，以鼎火攻伐，逼出丹鞘中的元气，并加以淬炼。不过多时，鼎中之水开始沸腾，他脱去衣物，一跃而入鼎中。随着鼎中热力越来越重，张衍周身的皮肤上不断渗出黑乎乎的杂质，虽然这些秽物腥臭不可闻，但他此刻根本无暇去理会。一旦感到身体坚持不住，他就吞下一粒丹药，养护住周身经脉腑脏，通过意念不停引导，是要将深藏在元窍中的元气全部压榨出来。在吞服了不下26粒正元丹后，他体内的元气已经炼化了大半，只是此时他却遇上了一个难关，无论如何努力，元窍中还有最后一丝未曾炼化的元气，始终不能被逼出。正当他有些心浮气躁的时候，忽然浮至心灵，脑海中蓦然闪过一句一气清经上的口诀：心死神活，其气自挪。他神志猛地一清，淬炼元气到了这个地步，早已是水到渠成，然而自己却逼迫过急，意念过重，失了道法自然的真意，导致气机不畅，反而使得元气内缩，止步不前。此时情景与自己筑元时又何等相似？想到这里，张衍灵台一片清明，索性不去关注那丝元气变化，只是守住丹鞘，仿佛周身上下已是空无一物。本来他就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只差临门一脚，此刻恍然醒觉，明了真意，三宝一尽，便再无挂碍。似醒非醒中，那最后一丝元气自窍中徐徐上升，浊气沉沉下降，阴阳分离，再与那先前炼化的精纯元气合二为一。而当鼎下柴心燃尽，张衍双眼一睁，一道烁烁金芒从眼底一闪而过。至此，他已是功行圆满，正是跨过了淬元去无这一关，跨入元成入真的境界。现在他只需再花费10日增进元真，巩固境界，便能进而开脉登关。待他成功开脉之后，他倒要看看那些上师和入门弟子们究竟是什么表情。他又看了看身后这只厚重笨拙的镇着鼎，这倒颇像是他人等不及自己修为进展太慢，所以特来助自己一臂之力。想到这里，他不免哈哈大笑，朗声颂道：他人以鼎劝莫争，我却以鼎淬元真，繁星望眼天机道，一番算计空负尊。与此同时，苍梧山附近2道光芒正一前一后如地而过，前方是一条玄甲大蟒在其中翻腾不定，后方是一个面目冷峻的年轻修士。只听他冷喝一声：妖精，在我宁冲玄面前还敢驾云而走！瞬间一道青芒从白色剑光中奋出，唰的一声刺入了蟒蛇的蛇身中，蟒精顿时发出一声惨嚎，随着几滴脓血洒溅出来，浑身上下包裹的黑光顿时稀薄了几分。受到重创，蟒精在空中讨不了好，不得已从云头上坠下，
并且将3丈长的身躯缩至1尺大小，一路往山腹深处钻去。而一并落下的宁冲玄双眉一皱，蟒精忽然消失，一定是钻入了地下。这时除非把整个山峰劈开，否则一时半刻是拿这条蟒精没有办法了。可即便他有这个本事，也不可能在这里大肆破坏。突然他觉察到一股玄门正宗的气息，不禁讶然，咦，此处荒僻，难道还有下院弟子在这里修行？他循着契机走去，不多时便看到一个年轻修士正在一块突出悬崖的岩石上吐息打坐。宁冲玄来到他的身前问道：你是何人？为何独自在此？年轻修士谨慎地看了一眼宁玄冲，而后拱手道：在下闵苍派下院弟子张衍，不知师兄如何称呼？我乃上院弟子宁冲玄，追杀一蛇妖至此，此妖已连杀我数名上院真传弟子，你可曾察觉些许异状？张衍摇头，未曾。闻言，宁冲玄当即御剑而起，眨眼便不见踪影，只留下句：那你多加小心。张衍见对方御剑而去，眼中稍露羡慕之色，心想我何时才能修炼到这一地步？只是这一念头烧起，便立刻被丢到了一边。他人自有他人的道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只需本心坚定，一路向前，自然也有飞天遁地的一天。张衍又看了看苍茫夜空，微微一笑，转身下了山峰，沿着栈道一路折返，不多时便回到洞府。只是在推开大门步入洞府的一瞬间，他却突然身形一顿。自那天观眼星碑后，他对气机的变化始终敏感，哪怕环境稍有变化，也能感觉出来。此时他明显觉察到一股异样的气机潜藏在洞府内，他左右扫了一眼，目光最终停留在了那只青铜大鼎上。张衍好奇地打开了鼎盖，而里面正好有一条蟒蛇正张着血盆大口望着张衍，吓得张衍连忙盖上了鼎盖。鼎盖一合，这只鼎便翻腾响动起来，鼎盖处更是咣咣连响。此刻张衍退到门边，眼睛紧紧盯着大鼎，精神一刻也不敢松懈。如果鼎盖当真被顶开，他也只有先一步逃离这里了。只是他的担心却是多余了，这只青铜鼎再怎么说也是一件法器，又怎么可能被轻易冲开？等到鼎中安静下来，张衍走到大鼎旁侧询问：你就是那条蛇妖？蛇精出言道：这位道兄为何要将在下关在此处？你偷偷潜入我洞府中，还曾杀我闵苍派5名弟子，你说我为何关你？原来道兄已经知道在下来历。蛇惊叹了一声，却为自己分辨，在下只是被人追逼至此，实在走投无路，这才躲藏鼎中，并无害你之意，还请道兄放我出去，今日托臂之恩，来日定有补报。张衍却摇头道：我不能信你所说，何况宁师兄也未走远，你从我洞府出去，若是被抓，你死是小事，张某却未免说不清楚，所以你有害我心也好，无害我心也罢，我都不能放你。蛇精突然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，不觉惊惶：你在做什么？张衍笑道：此鼎名为镇浊鼎，善能烹煮美食，熬其精华，只是之前从未试过，今日正好拿你来开开荤。这给蛇精吓得连忙在鼎内拼命挣扎起来，只是此举徒劳无功，最后不免哀声苦求，阁下要如何才肯放过在下？张衍暗暗一笑，有点意思了。如果他真要杀死那条蛇精，又何必这么多废话？他只是想问清楚几件事情。我来问你，你为何来闵苍派的地界上？蛇精支支吾吾说道：只为追杀那5名弟子，别无他因。那蛇精的话未说完，便被张衍打断：哼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儿吗？这等谎话也来骗我？我闵苍派与3坡狐妖交战多年，虽然各有死伤，但从未曾有过攻入对方地界的举动。而你此次却不惜追入我派中腹地，只为击杀几名修为不如你的弟子，你骗得谁来？张衍沈笑一声：定是他们知晓了你什么秘密，所以你不能容他们活命，否则你何必如此穷追不舍？蛇精心中一惊，暗暗叫苦，没想到一个闵苍派的小辈都如此难缠，把事情的原委猜了个七七八八，偏偏自己身受重伤，只能任由对方宰割。罢了，还是保命要紧。莫烧了，莫烧了！我说还不行吗？蛇精无奈，只好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。原来此蛇精名为罗霄，今次在与闵苍派一名弟子交战时，无意之中撞入了一个洞穴，好奇前往后，却发现了一处不曾被人发现过的背场，不免大喜过望。只是事不凑巧，这个地点却也被几名尾随而来的闵苍派弟子发现，他杀心顿起，甚至不惜突入闵苍派地界，也要将这几名弟子斩杀。而恰在此时，他却不慎撞上了宁冲玄，一路追杀下，才慌不择路地躲到了这里。听到贝场，张衍眼前一亮，因为这贝场中的灵贝可是一个好东西，不仅里面的金珠是炼丹必备，就连外壳也是炼制法器常用的材料。难怪蛇精冒着天大的风险也要杀了那5名弟子，就算是他也不免动心。想到这里，他又问：此事除你之外，还有何人知晓？除了在下之外，再也无人能寻得那处地方。张衍沉吟了一会儿道：我可放你出来，
但你要与我发下金元血誓。闻言，罗霄嚷道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金元血誓一发，我便与你心血相连。你若死，我也活不成。与其如此，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。”闻言，张衍也不生气，只是默默地往顶下添柴。感觉张衍又在那里添柴，蛇精吓得浑身一颤，不由惶急尖叫：“莫烧莫烧！我应了，我应了！”无奈之下，罗霄只好从心窍中逼出一丝元真精血，再捏起一个法诀，老老实实发了个血誓。张衍身体一震，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心头。鼎中蛇精的一举一动在心田中反映出来，知道这是血誓起了作用，于是两步上前将顶盖一掀，顿时一条约莫1尺长的金线小蛇从里面爬出来，蛇头有气无力地搭在顶沿上。他左右四顾，在张衍脸上来回张望了几眼，突然他瞥到了张衍手边的那本道书上，不由咦了一声：“玄元内参妙录，这是谁要害你？”张衍皱了皱眉，睁开双眼，何出此言？罗霄嘿嘿一笑：“这本道书我虽未见过，但却是久仰大名了。听说此书所载之法为上古正宗，可在旬月之内开脉破关，只是有一桩坏处，就是易遭天妒。是以开脉后1月之内不得听闻雷鸣之音，否则必然动摇元真，伤断仙脉，从此与道途无缘。”而后他又恨恨说道：“莫不是发了金元血誓，我与你性命相连，我才懒得与你多说。”一听这话，张衍心中一惊，后背随即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果罗霄所说属实，即便自己有残玉在手，到时候也难免会上这个当。没想到这里有个大坑在等着自己。这时一旁的罗霄说出了避劫之法：“只要你开脉后给自己挖一深坑，待天雷欲动之时，将自己埋上个7天7夜，便可避过此劫。”不得不说，蛇精就是蛇精，就连避劫时的方法都这么奇怪。这时门外突然有人说道：“张师兄可在？故人赵元来访。”听到声音，张衍看了眼罗霄，后者立刻缩入了鼎中。张衍将顶盖盖上，又整理了下衣衫，走到门旁打开大门。而外面不仅有赵元，还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。这时赵元介绍道：“此人是魏朝宋国公之女，临崖郡主曹英，特地来此拜谒张师兄。”听到这个贵人是这个身份，张衍倒是没怎么在意。他如今已是玄门中人，帝皇将相只能管到凡俗之人，而管不到他的头上，只要不是修士，身份高低贵贱在他眼里看来毫无区别。回到洞府，张衍也是开口问道：“阁下找我所谓何事？”曹英抬起头说道：“听闻张仙师已为入门弟子，凡女院奉上2000斤五行神砂，以为供奉。”闻言，张衍不由一惊，五行砂这宝贝他只听说过论两脉的，结果这个郡主上来便要送自己2000斤，这属实有些惊讶。虽然数字过去夸张，但张衍也没有直接同意，而是询问起了曹郡主是有何事相求。曹英叹了口气，随后说出了自己的经历。实不相瞒，近些年来我被北辰派的一名下院入门弟子纠缠，说是要收我做妾室，而我王氏洞不得修仙门派的人，尚若张师兄愿意做我的供奉，那恶徒也绝对不敢放肆。而张衍一听到北辰派的名字，就不再追问下去了。既然有赵师兄出面，此事我便应下了。曹英大喜，起身向张衍拱手道：“多谢张仙师，日后若是有人间琐事，皆可嘱咐我等去办。”之后几人又互相攀谈了几句，便起身告辞。送走曹英几人后，张衍来到罗霄身前询问道：“罗道友，如今我面临开脉，当务之急是要寻到贝王，若能吸取其中的真露，定能修炼出上品脉象。”罗霄盯着张衍的眼睛，表示自己可以带你前去，就连贝场所有的灵贝也都可送于你，只是你得发下一个誓言，开脉之后，你须为我解开金元血誓，还我自由之身，一本史上最强的顶尖功法。但是所有人都不敢修炼，就连主角修炼一下都直接吐血身亡。然而下一秒主角竟然又复活了。原来张衍是在残狱当中，而刚才死去的仅仅只是一道分身罢了。看着眼前那堆跟山一样高的分身，就跟一堆小白鼠似的。而通过张衍的不懈努力，死了不下150次后，他终于将第一篇法诀推演完成。回到现实世界，张衍不由感叹，难怪罗霄说此书易遭天妒，估计等自己练完这本道诀后，在走火入魔上都算有大师级的成就了。突然一道声音自耳边响起：“张衍可在？出来说话！”他不由一凛，两步走出洞府，却见洞府前凭空站着一名风神俊朗的白衣修士宁冲玄。张衍神情镇定的一拱手：“宁师兄。”他脑海中飞快地盘算起来，不知道宁冲玄为何到这里来找他，难道是罗霄的事情被他发现了？但如果是这样，对方早就冲进来了。宁冲玄看了他一眼，突然上前一把搭住他的肩头：“此地说话不便，随我来。”张衍只觉得眼前一花，等他再次看清楚周围景物的时候，自己竟出现在了一处孤峰的顶端，而脚下就是万丈深渊。他身体只是微微一晃，就从最初的不适中调整过来，重新站稳了。宁冲玄点了点头，赞道：“很好，修道之人当并绝外我，只存真我，须知诸般迷障皆由心生，心不稳，
则神不生。他现在神色和那天离去时大不一样，似乎眼睛中还有一股欣赏之色。我在这山中来回搜索了2月，却仍未发现那条蛇妖踪迹，想来不是重伤而死，就是暗藏某处。只是近日我就要返回山门，道士无心再顾此事，以防蛇妖出来害你，我赐予你一物，定可保你性命。说着，宁冲玄用手一指，一点玉光飞入张衍衣袖中，仓促间也没能看清楚那是什么。你去吧，记得秉持本心，如若他日有缘，我自将引荐你拜入一位仙师门下。宁冲玄伸手一推，张衍身体稍稍一晃，还未感觉到什么，抬头一看，原来已经回到了望星峰的山脚下。只是他此刻并不知道，就在他被宁冲玄带走后不久，一个人影却探头探脑的来到了他的洞府门边，再往里张望了几眼，脸上顿时露出喜色，一个箭步便窜了进去，可还没走2步，便被一名千娇百媚的女子一拳打晕。没过多久，张衍便回到了洞府，只是他刚踏进大门，却见一妩媚女子正默默含情地看着他。一见张衍进来，立刻上前怯怯地拉住张衍的衣袖，抽泣道：“苦寻公子今年，可今日终于寻得公子。”张衍瞥了他一眼，面无表情地往里走。女子眼珠一转，从后面把他拦腰抱住，一对丰满的馒头靠在他的后背，哀戚戚说道：“张公子这是忘了奴家了吗？”张衍脸色毫无变化，回头道：“罗道友何必如此？你我天天相见，日日共处一室，我又岂能不识？”女子一怔，脸色顿时大羞，慌慌张张地放开手，跃到一边。她咬着下唇，狠狠跺了下脚：“喂，谁和你这小贼日日共处一室？可不要平白坏了本姑娘的清白。”张衍没有搭理他，只是伸手指了指宝鼎，沉声道：“鼎中是何人？”可还没等罗霄解释，外面便来了一大堆人。张衍2人对视一眼，罗霄便躲到了门后面。而那帮人一路来到张衍洞府门前，也不通告，直接走到里侧，装模作样的说道：“张衍何在？”张衍原本正想处理被罗霄塞在鼎中的灵通，却突然见好管事旁若无人的闯进来，神色顿时一冷：“汝是何人？”好管事双手负后，昂首道：“张衍，我乃为下院管事，今日我奉少主之命，特来拿你问话，还不下跪领罪？”下院大弟子杜幽。张衍有些疑惑，想来是下院的情势发生了变化，冷笑道：“有罪无罪暂且不论，我乃入门弟子，你一介奴仆也敢来拿我？”突然好管事掏出了一把玉戒尺：“废话少说，你是自负双手，还是等我来拿？”他一把将戒尺举起，正要放出打人，哪知道还没等他动手，突然手里一空。下一刻，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美貌女子，正兴致勃勃地拿着戒尺在手中把玩。好管事一阵恍惚，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快将法宝还我！”张衍见罗霄将他的武器夺走，也不再多说，上前一脚便将好管事整个人踢了出去。一旁2个随从见势不妙，连忙带着好管事开溜。此时罗霄拿起戒尺把玩了几下，突然他眼珠一转，嘻嘻一笑，似乎想到了什么鬼主意。他将在鼎里昏迷不醒的灵通一把从里面拎起来，然后把这把尺塞到了灵通的衣袖里。张衍看了他一眼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罗霄拍了拍手，得意道：“若我猜的不错，此尺定是一对，你坐着看好戏便是。双生武器到底有多强？如果其中一把武器被人夺走，另一把还能帮你夺回来。”此时下院的入门大弟子杜幽的法宝便被张衍夺走了。原本他还不信，因为张衍不过是一介驻园修士，他那法宝名气7下皆可打翻，怎么可能会被他夺走？可是当他皱着眉头把法诀来回掐了几遍，总是不得法器回应后，又不得不承认法器确实正在被人压制。可是自己的法器可不是这么好拿的。杜幽冷笑一声，心中默念一句法诀：“去！”只见一道白光从他手中飞起，瞬间就传出了大殿。片刻之后，2道白芒同时飞回大殿，稳稳地落在了他的手中，正是那一对玉尺。他心中默默一查，知道定归尺已经取过了人的性命，唇角微微一翘，回身指了指身边2个力士，而等去把张衍尸首抬回来。2名力士应诺一声，告退下殿。大约半个时辰，他们就返回复命。公子，张衍带到。杜幽满意点头，来人把尸首抬上来。力士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一挥手，2名长随就把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抬了上来。杜幽扫视了众人一眼，装模作样的问道：“这就是张衍？”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清朗的声音：“在下才是张衍，被打死这人是林远师兄的族弟灵通。”林远心中一抽，他不敢相信死去的人竟然是自己的族弟。张衍走到大殿当中站定，他面色平静，先向众人一拱手，然后才说道：“适才我在洞府内与林兄相谈甚欢，突然一名恶奴出来说要拘拿于我，林兄气愤不过，与那恶奴争执了几句，谁知恶奴竟欲伤人。于是林兄便将此人手中玉尺夺下，收在怀里，说是要日后由他再还给此堡主人。哪知道那恶奴走后未久，突又飞来一尺，当场打中林师弟头颅，
置他死于非命。他叹了一声，言语中不甚唏嘘：“我与林兄一向交好，钦佩他的为人，没想到他今日竟然死在小人之手，可惜可叹。你就是张衍？”杜幽接连2次出手都落空，使得他在同门之间大大丢了脸面，此刻还被张衍讽刺为小人。他早已怒发如狂，双目发红地看着张衍，突然大叫一声，2道白光从他手中飞起，直扑张衍。张衍眼神一凝，看到2把玉尺当头飞下，他一时一挥手，袖中却是飞出一道青芒，空中咔咔骤然响起2声如断金石的声响，2把本来白光湛湛的玉尺居然齐齐掉落下来。林远见状不觉失声道：“灵气！”众弟子皆是大惊，这可是有了灵性的灵气，心随意动，相比杜幽的那些还需要驱动法诀的法器，不知胜了多少。难道说张衍还真是某个世家故意深埋起来培养的弟子不成？此时的杜幽看着破碎的2把玉尺，还略显稚嫩的脸上微微扭曲了起来。他一伸手取出了袖中那块黑沉沉的砚台，正在他不顾一切动手时，突然听到一声朗喝：“杜幽，还不住手！”只见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，前一步看他还在殿外，只是跨了一步，众人眼前一花，他竟然已经到了杜幽的身侧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制止了他下一步的动作。咫尺之步，海角天涯，这人竟然是玄光期第3重境界的高手。而杜幽见到来人有些吃惊：“伯叔。”中年人却不理会杜幽，转而向张衍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张衍，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错不在你，你可退下了。”杜幽张了张嘴巴，却被中年人以眼神严厉制止，不得不忍耐下去，只是用充满杀气的眼神狠狠瞪着张衍。张衍脸色凝重了起来，这个中年人给他一种无比强大的压迫力，而且气机与宁冲玄类似，显然是同一境界的高手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既然如此，张某便告退了。说着，张衍转过身，一步一步慢慢往殿外走去。中年人眼神深沉，目注着他一路出了大殿。一出殿门，张衍嘴角慢慢沁出一丝鲜血，他伸手擦了擦，心道：今天还是托大了，没想到杜幽身边还有这样一个高手，恐怕不是那人辨认出了这灵气的来历，今天能不能活着走出来还是两说。画面一转，刚回到后殿居处的杜幽就向中年人抱怨：伯叔，今日为何阻我？杜伯摇了摇头，沉声道：如果我没有看错，张衍手中刚才发出的乃是12天梭。杜幽大吃一惊，因为12天梭是掌门年轻时所用的法宝，而张衍刚才所用的如意神梭，此物乃是由掌门第9徒孙智妍长老仿制12神梭所打造。张衍能得此物，定与掌门依系关系匪浅，而你身份特殊，此时杀了他未免不妥。杜幽世家出身，这个道理他还是明白的，只是终究年少，一个不是世家出身的入门弟子，他如今却是压不能压，管不能管，打又不能打，实在是憋屈。此时杜伯语重心长地说道：我等修士修为才是根本，等贤侄你取得备王，凝结出上品脉象，再由我杜氏在背后做后盾，想要找回这个脸面还不容易。若贤侄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我教你一法，不用动手也能叫他在山上无法立足。日入时分，一把金色小剑在轻轻颤鸣声中穿入张衍的洞府。张衍伸手接住，拆开金剑上的书信一看，讶然道：竟然要我搬出望星峰去卓越峰修行。他轻轻一笑，就将其信手抛开。对于杜幽背后的用意，他一目了然，明面上是关心我，让我去和卓越峰上的世家子弟共住，但实际上却是夺我居处，让我这个寒门子弟去受人排挤，想逼我无颜留在苍梧山上罢了。只是他毫不在意，反而有些高兴。他正愁找不到借口下山去找贝王开脉，此事来得正好，既能避开众人视线，又能有个合理的借口。只能说反派敢跟主角比智商还是差了点。打定主意后，他转过身看向罗霄说道：罗道友，看来我这就要下山走一遭了。罗霄妙目一转，脸上顿时露出凄苦的神色，楚楚可怜地说道：如今奴家已是无家可归之人，还求公子怜惜，万万不要弃了奴家。他美目红肿，一副要哭的样子，可要不是深知他的底细，说不定真会被他骗过。张衍失笑道：罗道友这宽慰人的方式倒是别具一格，道友莫非以为我是被逼下山吗？非也，张某这2月来苦研玄元秘策，自觉已然通晓其中奥秘，现在已可去寻那贝王真路，以求开脉了。罗霄咦了一声，美目盯着他，讶然道：看来张道友并未沮丧。张衍笑了起来：为何沮丧？我该开怀大笑才是。下院不过是我修道途中一暂居之地耳，难道我还会贪恋此处不成？如今我之面前唯有开脉登关，更上层楼，待我再来之时，则当是上院之门为我而开。至于去往贝场之路，就劳烦罗道友指路了。画面一转，两人趁着夜色悄悄地将镇卓鼎埋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山头上。一旁的罗霄一脸惋惜之色，而张衍倒是看得开，无所谓道：不必惋惜，埋在此处，回头再取便是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我二人该如何前去？张道友，你也未免太小看本姑娘了。罗霄素手轻轻一挥，玉容上闪过一丝傲色。本姑娘自驾玄光载你。说着，罗霄冲着张衍妩媚一笑。张道友可要牢牢抓紧奴家哦。闻言，张衍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走上前将罗霄拦腰抱住，只觉触手一片温润，柔若无骨。罗霄眼波流转，露出些许娇媚之色，瞪了张衍一眼，喊了声起。顿时一道玄光腾空而起，直往北方飞去。不知行了多远，张衍身上突的一松，被一股大力往上拖了起来，哗的一声从水中露头而出，发现已然身处一座空间颇为广大的洞穴之中。张衍从水中跃起，来到了罗霄的身侧，他抬头四望，神色微微一动，只见洞壁上都是如如而动的灵贝，一眼望去，怕不是有上万之数。而罗霄却对这些灵贝视而不见，说了声张道友，那贝王就在100丈下的洞窟中，请随我来。整个洞穴呈螺旋状向下延伸，往下走时，扑鼻而来的都是潮气霉味，脚下也高低不平，湿滑难行。两人走走停停，一刻之后，前方再无道路，只有一处宽大的洞穴，周围满布一种玉色发腻的粘液，可是里面却空空如也。奇怪，明明是贝王巢穴，怎会不在此处？罗霄在洞穴中转了几圈，又到贝王的经常栖身的狭小洞窟中看了几眼，从周围残存的真露上可以看出，这当是贝王的巢穴无误。难道这是一只羊贝？一旁的张衍问道：罗道友，何谓羊贝？罗霄解释道：贝分阴阳，阴贝喜静不喜动，虽然能在地穴中穿梭游走，但若是没有强敌临门，轻易不会挪动，而阳贝则不然，性喜迁徙，一处地穴住不上1年半载，便会另换一处巢穴。看这外面灵贝只有万余只，想来这只贝王在此已住了有年了。张衍上前摸了摸洞壁上那仿佛如松枝一样半凝固状物体，突然嗤的一声，他讶然发现自己的手臂居然从洞壁上的那层厚厚之膏中穿了过去。他目光一闪，退后了2步，看了几眼后，再上前往里试着钻了钻，发现深处并无物体阻挡，他索性将这当成泥土扒了起来。突然他对着罗霄一笑：罗道友，此洞穴背后看来另有乾坤。两人缓缓地深入地穴，不过多时便看到了些许亮光。待地出了穴口后，发现面前是一处高达10余丈的扩大洞穴，而在下方竟然有2只贝王，它们俱都只有1尺大小，腹下有一层银白色的软肉，骨壳好似水晶磨打，剔透莹亮，内中血肉脏器清晰可见，予人一种灵动轻盈的感觉。浑身上下散发出的柔和光线竟然照亮了整个洞穴，而从张衍两人的角度望过去，可以看到内中满是如织如膏的真露，其中隐隐好像有什么微小的东西在蠕动着。罗霄看着那2个贝王，不由笑道：你运气可真好。阴阳贝王运出贝子玄珠，贝子及地脉精华于一身，若在玄珠化妖之前吞服下去，必能凝聚出冠绝天下的脉象。闻言，张衍大喜，刚要说些什么，身后便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这2只棒精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正在配对的时候，竟然来了一大帮人围观。传说若能吞服阴阳贝王运出的贝子玄珠，必能凝聚出冠绝天下的脉象。而看到这群人，躲在一旁的罗霄开口劝道：张道友，刚才我观此人乃是玄光期第3重境界的高手，修为绝不在宁冲玄之下，有此人在，玄珠必入他手，张道友毫无一丝胜算。依奴家看，不如就此退去吧。退去？张衍摇了摇头，一脸坚定地说道：此物我志在必得，眼下阴阳贝王皆在此处，必会为护住玄珠而死命相拼，杜伯虽勇，要拿下他们怕也不易，这便是我等的机会。此时杜伯不慌不忙地走上前，他双手一张，身上立时蹦出一丝蓝汪汪的水色光芒，唰的一下照定2倍，竟然令他们一时间动弹不得。而他身后10名力士和2名名气期弟子立刻各自上前，人挤人围作一堆，死死将阴阳2只1尺大小的贝王牢牢抱住。2名贝王急得啾啾直叫，拼命挣扎了起来，蓝色玄光竟然一时间也压制不住，一股大力传来，10多个力士被摔了个滚地葫芦。见此情景，杜伯眉头一皱，大喝一声，身上的玄光居然发出了哗哗的流水之音，所散发出的蓝芒竟如海水一样浓稠，被光芒圈在其中的贝王顿时啪啪2声被死死地压在了地上。一旁的杜幽顿时大喜，兴奋地向着2个贝王冲去，可还没走几步，贝王的外壳忽然微微张了起来，一股难以言喻的笑音向4面8方扩散，而杜幽则被震得脚步不稳，头晕眼花，扑通一声直挺挺地再倒在了地上。杜伯见状，连忙大声道：汝等听好，待我将贝王拖入洞窍深处，稍后相机而上，将其后路堵死。他又转头向趴在地上的杜幽交代了一句：贤侄不必惊慌，此妙音只能治人不能伤人，且音声不过传递20-30丈之远，待我等将贝王远远拖走，你即刻冲进去将玄珠吞下。言毕，他往后退了一步，2道蓝光仿佛2只大手一般，
死死拽住了贝王。其余几人也是赶忙一起冲入了洞穴，将2只贝王的后路彻底堵死。杜博声音从洞穴深处传来：“贤侄还不速去，更待何时？”闻言，张岩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此时杜幽感觉那股奇异的压力消失了，他努力站了起来，一人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往洞内跑去。破开被真露封堵的洞穴，抬头就看到了那枚金气湛然的玄珠悬在一处石钟乳下，银光流转，闪烁迷离。杜幽欣喜万分，上前一把抓住，刚想把玄珠送到嘴边，一口吞下的时候，后脑突然遭重重一击，两眼一黑就倒在了地上。果然，会敲闷棍的主角都一定很有前途。而拿到玄珠的张眼顿时觉得一阵温热直透心脾。此时一旁的罗霄急急说道：“张道友，玄珠到手，我等速退。”张眼微微一笑：“退？为何要退？”他看着手中散发着流光溢彩的玄珠，悠然说道：“此地外有玄光期第3重境界高手护法，内有真露玄珠丹药，分明是一处绝佳的开脉之地。道友是说？”张眼指了指躺在地上的杜幽道：“此人一日不出去，杜伯便一日不敢放任贝王行走。可罗霄还是有些担心，万一杜伯起疑，命人进来查看，岂不糟糕？”而张眼早已做好打算，杜幽在自己手上可谓奇货可居，怎么能不好好发挥价值呢？待他醒来，自可逼他虚言，诓骗杜伯几日。他若不从，杀之再走也不迟。罗霄想了想，觉得这个方法可行。既如此，还请张道友速速吞下玄珠加以炼化，奴家为道友护法。张眼点了点头，那就有劳罗道友了。说完，他不再犹豫，张嘴便将那枚玄珠一口吞了下去，旋即坐下运功炼化。罗霄在洞府内转了几圈，将目光落在了杜幽身上。听说杜氏势力横跨东华州3大门派，其家族子弟肯定都是阔绰之辈，想必就连内库应该都是个价值连城的宝贝吧。他一边想，一边走到了杜幽身侧，弯下身来，伸出了他那邪恶的爪子，温柔地将杜幽身上的东西抖了出来。直到没有东西掉出来，罗霄便一把将杜幽如垃圾一样丢了出去，而后便在袖囊里翻起了自己的战利品。果然不翻不知道，一翻吓一跳，不愧是杜家子弟，这么多好东西。啧，聚云飞舟、五玄金笔，还有这么多大元丹。他继续翻弄，突然翻出了一本道书，太乙经书。罗霄吃了一惊，这可是人族修士中赫赫有名的功法，据传炼成之后，在明气期时便能削金融铁，化气成剑。若是能一路练到玄光期，周身所生出的玄光简直能媲美飞剑法宝。罗霄看了一眼已经入境的张眼，嘻嘻一笑：“张道友，这位杜公子可对你倒是大方，连奴家都有几分嫉妒道友的运气呢。但这是只有上品的脉象才可修炼的明气期功法，就看你此番开脉后有没有这个造化了。”此时张眼已经封闭了五感五识，小心翼翼地引导着气机在经脉中行走。玄珠一吞入腹中后，先是一股凉沁沁的冷流沉入丹田，接着又有一股热气自胸至腹，一路下行，2股气脉一阴一阳，分别占据身体上下两端。开脉第一步，他便是要小心引导那2股气脉合二为一，使得玄珠内的精华为他所用。不多时，他便将2股气脉彻底融为一体，收藏于腹中。到了此时，开脉之前所需一切条件皆已完备。接下来便是运转心法，用元真之气裹住玄珠要力，游走各处精窍秘穴，冲开自身的诸般桎梏，斩断捆缚人身通往仙道的枷锁，一举辟出一身适合修炼道法的仙人之躯。待到整篇法诀运转顺利下来，气机归入各处丹窍后，他陡然觉得四周一静，仿佛天地未开，鸿蒙未判，无一物生成的玄妙状态。他恍惚忘了却几身天地，心神意识似有若无，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谁。在这虚境中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蓦然一点灵光自心头升起，我便是我，我不是我，我也是我，我还是我。这番明悟一出，只听到锵锵一声如刀剑相撞的声音，一把已经被锈蚀的斑驳锁头掉落在地，陡然间一道金芒竟将整个洞穴闪了一闪。而一直在为张眼护法的罗霄豁然起身，美目中异彩连连，欣喜道：“玄音一出，金锁自落，恭贺道友开脉完成。”他抬眼看去，只见混沌状的雾气从张眼的背后显现出来，他浑作一团，玄幽难辨，望之茫茫不可测夺。这是张眼开脉后所显现出来的脉象。罗霄一怔，脉象分为上中下3品，而张眼所开脉象却是一团云雾状的气体，这像是只有下品脉象才有的物象。难道是下品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集合了玄元妙露再加上贝子玄珠的所开的脉象，最少都是上品。突然他脑海中生出一个念头，莫非张眼所开的脉象已然凌驾于上品之上，到了返璞归真的地步。想到这里，罗霄便打算先离开这里再做研究。然而张眼却摇头道：“我等还不能走，杜幽此番开脉失败，回去之后必会寻找元凶，而我正好开脉成功，自然摆脱不了怀疑。细查之下，
保不准会事机败露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必须尽灭于此不可。此时，张衍的言语中杀气腾腾，罗霄听得心中一寒，但转念一想，却觉得张衍所说不无道理。但是对方有13人，领头的杜博更是一名玄光境，此举太过渺茫。张衍微微一笑，罗道友稍安勿躁，吾有一计，无需我等动手，且借杜博之手一用，便能将其余12人斩除。果然，女人是真的不能惹。这名男子原本好好的躺在地下，结果直接被这名女子单手拎起，啪啪2下给抽醒了。不得不说，他是真倒霉，先是被抢了机缘，然后又抢走了自身的宝贝，现在更是挨了2个逼斗。而睁眼的杜幽陡然一个机灵，因为此时正有一把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吓得杜幽浑身顿时如筛糠一样抖了起来。我乃和林杜氏子弟，不知尊驾是哪一位，有话好说，若有所求，我杜氏皆能让尊驾满意。哦，皆能满意吗？那我问你，杜氏门中开脉时有何秘法？杜幽身躯一震，不禁犹豫了起来。罗霄见他不说话，手中匕首往他的脖子里送了送，血液当即流了下来。杜幽吓了一大跳，他毕竟只是一个少年，从来没有经受过这种场面，他还想着长生不死呢，慌忙道：莫动，莫动，我愿说，我愿说。当即一五一十的将自己所知道的如竹筒倒豆子一样说了出来。待问的差不多时，罗霄又一掌拍晕杜幽，随后转头看了张衍一眼，似是征询意见。此子贪生怕死，意志不坚，可以为我等所用。见到杜幽表现如此不堪，张衍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。如此，且看杜博能忍到何时了。2日后，杜博从衣袖中取出最后一瓶丹药，尽数往口中倒去。他浑身上下略微有些暗淡的蓝芒再一次长了几分出来。4天来不眠不休，背王却仍在左冲右突，仿佛气力永远耗不尽一般。杜博不敢有半点放松，一旦背王走脱，必会干扰到杜幽炼化玄珠，走火入魔是小，被伤及性命那才是大。眼下却已经是第4天了，居然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让杜博隐隐的有些不安了，忍不住大声问道：贤侄状况如何？没有多久，里面传来了杜幽的声音：伯叔，我此刻只觉是两颊火热，双腿僵木，不能动弹，不知何故啊。听到杜幽开口说话，杜博稍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皱眉道：贤侄所言，这应是玄珠药力过足，致使气机不能下行，虚气赛水，而心火上冲之象，念诵你杜氏的降气法便可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传出杜幽的声音：母亲倒是曾说起过，只怪小侄当时并未放在心上，只模模糊糊记得一些，也不知是对是错。杜博默然片刻，随后沉声道：贤侄莫急，伯叔再告知另一法，乃是尔父所传秘法，你可千万记得，莫要有一字听错。他当即一字一句将心法说了出来。而那2名明气期弟子正站在一旁，突然其中一人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不禁一变，突然不知发了什么疯，不再压制背王，而是转身向着洞穴出口处狂奔而去。老话曾说，法不轻传，道不见脉，这句话在修仙界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。但凡是家族秘法，都是被视为珍宝的存在，如果被家族以外的人听到，定然会被灭口。此刻便是这样，杜博将家族心法说了出来。突然一个下人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脸色不禁一变，不再压制背王，而是转身向着洞穴出口处狂奔而去。只是还没跑出2步，就被一道蓝色玄光取走了性命。余下众人更是神色各异。杜博心中一叹，原先想暂且放过的，等见了贤侄之面再做计较不迟。如今也罢，杀一人是杀，杀10人也是杀，不如尽数杀了。他目光一立，身上蓝汪汪的玄光陡然一收一放，周围众人呼吸一滞，只觉自己头顶好像被什么东西拍中，一片惨叫声过后，这些人尽数头颅崩裂，倒地而死。2只挣扎不停的背王突然感到身上压力一松，正要扑腾起来，蓝色玄光却圈了回来，将他们又一次死死摁在了地上。杜博胸膛剧烈起伏，呼呼喘着粗气，显然这番作为对他来说也是消耗极大，而且失去了诸人的助力，他压制背王愈加吃力了，再下去恐怕就要伤动根基。他忍不住开口又问：贤侄，刚才所说的法诀可曾记得清楚？等了半晌，杜幽终于再次开口了：伯叔，我尚有一处药力还未炼化。杜博强忍住喉咙口泛上来的血气，想了想，色声道：再有1日，不可再拖了。1日太短，伯叔且宽心静候，至多再有2日便可。听到杜幽居然讨价还价，还不带商量的，杜博直接一口血喷出来，不禁苦笑一声。看来此番回去要用丹药调养个2、3年才能恢复元气了。而此时在洞府内，罗霄听到外面的惨叫声，确认那些人当真被杜博所杀时，他难以置信地说道：真是如此。张衍却是一副早已料到了结果的模样，必会如此。心法是一个家门的兴盛的根基所在，张衍知道，那些力士和明气期弟子也知道，所谓法不传6耳便是如此。一旁的罗霄又惊又佩，今天算是见识了一番张衍心机智谋，不自觉中对他的信任又多了几分，不禁问道：道友准备何时动手？张衍目光闪动了一下，微笑道：不急，
且再磨一磨此人。在接下来的3天中，每当杜博出声发问，杜幽总有这般那般的理由推脱。终于，杜博发现不对劲了，正打算放弃，起身一探究竟，便听到了罗霄的声音：“杜博，杜幽如今被我等制住，若你现在放开贝王，我等自可一走了之，杜幽则必死无疑，你可思量清楚。”杜博听到这话后，沉声问道：“尊驾是何人？”杜博，你何必明知故问？此次掌门允许你等使用真露开脉，已是恩泽广开，可尔等却私自吞服玄珠，此事你杜氏该如何给掌门一个交代？这句话一出，仿佛如迷雾中见到了一丝亮光，杜博心中立刻明白了几分，这是掌门一系中有人向杜氏发难了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觉得这件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掌门用来打压杜氏的借口，这么看来只有自己把这件事扛下来了。他暗叹了一声，出言道：“尊驾明鉴，此番所为全是杜博一人主意，杜幽年幼无知，以致误听我之妄言，实与杜氏无关，且杜博并非杜氏族人，只是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却被对方粗暴打断：“哼，你以为你是不是杜氏族人对我等来说很重要吗？笑话！”杜博皱了皱眉，不知尊驾究竟想要如何。对方的声音悠悠传了出来：“听闻杜博你有一支破星剑，还有一面玄鸟盾，此2件法宝一攻一守，相得益彰。你若取出，我自可放你和杜氏一马。此事也绝对不会向掌门提起。”思量了半天，杜博这才缓缓开口道：“我此次来只带来了玄鸟盾，这样吧，再加1件可挡寻常法宝飞剑的紫影羽衣，如何？”“好，你且将盾牌上的精血抹去，一并送来。”“慢着，我又如何信你？杜先生，我可对皇天后土发下毒誓，此间之事如有任何一人泄露出去半分，必遭天雷轰顶，必火焚身之劫，你看如何？”杜博一听，觉得对方也很诚意，修道之人一旦发誓，那可是利剑因果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所以当即同意了。待对方立下誓言，杜博随即放心，立刻取出随身法宝，咬牙抹去上面自己的精血，用玄光一卷，将这面盾牌和那件羽扔在了洞穴之外。2件宝物到手，张岩2人对视了一眼，心头一定。法宝一去，杜博已经是拔了牙的老虎，威胁少了一大半。罗霄当即说道：“杜博，我等也不为难于你，将杜幽留在此处，你自带走，告辞了。”闻言，杜博深吸一口气，嘿的一声，将阴阳2只贝王远远地抛飞了出去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杜博来到洞穴，当看见杜幽躺在地上，不由一惊，赶上前去仔细查看了一番。可是此时，原本还是灵光遍洒的洞穴陡然一暗，杜博抬头一看，只见一方漆黑如墨的砚台，正带着碾压万物的霸道气势朝他砸落了下来。荡魂砚！杜博眼角一阵抽搐，这砚台的来历可不简单，乃是一位化丹修士所炼制，一旦砸在修士身上，立刻震荡神魂，定住元真，所拿肉身半点也动弹不得，只能被活活拍死。此砚一出，无疑对方是要把他的性命留在这里。可如今他元真枯竭，唯一出路就是冲出地穴。想到这里，他手指一弹，一点白光飞出。这是一块由族中赐下的辟厄玉佩，无论什么法宝，也能暂且阻上一阻。玉佩飞出后，主动往宝焰上一撞，荡魂焰仿似被什么东西拖了一把，在空中微微一顿，但是片刻后，那磅礴的力量就将其咔嚓一声碾得粉碎。只是这一把，却以为杜博争取了时间，趁着这一丝空隙，一道蓝色盾光将他和杜幽裹在一起，往洞穴外疾飞而去。躲在洞壁中的罗霄见状，不由心急。那荡魂焰台虽然威力巨大，但是以他的实力上不能完全驾驭，只得高喊道：“张道友，万万不可让他逃了！”眼看着2人就要飞出洞穴，一道青芒却冲着他们背后追了出来，嗤一声，从杜博的左胸处一穿而过。杜博闷哼一声，身形在空中一滞，身上玄光如风中火烛般一阵明灭不定，像是随时可能熄灭。罗霄见杜博被阻住，不由大喜，出言提醒道：“张道友，如意神梭虽然厉害，但此人已把元真与玄光凝练一处，只要玄光不散，未被斩炉剖心，则性命无忧，万万不可大意。”站在洞壁后的张眼哈哈一笑：“无妨，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。”罗霄一掐法诀，斥喝一声，荡魂焰再次下落。这一次杜博避无可避，他大声狂喝，将原本宏大的如涛玄光骤然一收，凝聚成巴掌大小，护住了那里。罗霄咦了一声，却不禁反省，杜博看似坚韧不道，但其实已经是龙中之虎，潜水蛟龙，纵然能一时强撑，也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。如此，我便再添一把火，早些送你上路。他素手一挥，一支毛笔被甩上了半空，不等杜博反应，那支毛笔便绕着他的身体绕了一圈，身上那蓝色玄光顿时被削去一层，再一个盘旋，便又黯然了一些。眼见玄光逐渐稀薄，他脸色骤变，如今体内已是如同破烂一般，只是努力从丹鞘中炸出的那一丝元真还在坚持，知道自己今天无论如何也跑不出去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当即下了决断，叹息了一声，伸手搭在了杜幽的肩头，暗道：“指望你母亲能懂我这一片苦心。”他依旧努力从丹鞘中炸出一丝元真，只为了救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侄子，因为他知道，
如果保不住杜幽的性命，他的家族就要受到杜氏的压迫。做完这番举动后，杜博五官中都往外渗出了血水，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，只能希望杜氏知道真相后会为自己报仇。而没了护体玄光的保护，荡魂焰再无阻挡的压了下来，轰的一声将杜博整个人砸了个稀烂，就连一丝元灵也未能逃出。而杜幽原本被玄光一送，自以为能逃出升天，哪里想到如意神梭随后追了上来，从他的颈脖处如切软泥般一闪而过。至此，世上再无杜幽、杜博两人，大敌已除。张眼心神不禁一松，此二人一死，世上再无第三人知道是他吞了玄珠，自此可放心回转山门。他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望了望脚下的尸首，转头向从洞壁中走出来的罗霄问道：“罗道友，可有法子不留痕迹地处理了这两人的尸首？”罗霄想了想，眼睛一亮，双掌一拍，倒是有一法。他急走2步，从地上捡起一包药散，拿在手中道：“这是恶言散，只需一点，清水一倒，便可将金石石烂洞穿，用来毁尸灭迹，却是最为恰当不过。如此，那将杜幽、杜德二人的尸首化去，留下那12人的尸首。”罗霄掩嘴轻笑：“张道友此法，却是要叫杜博死也背个恶名啊！”张眼微微一笑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却突然脸色一变，察觉到天地间有种隐隐的悸动，目光不由一凝，沉声道：“雷劫将至。玄元内参妙录是开卖无上妙法，上古玄门正宗，但是成者易遭天妒，攻城之后会有雷劫降下，不及身，不伤魂，不摄心，不动神，却发雷鸣震阴，五行伤劫，动摇修士根基，阻塞登天之路，不及躲避者，便会前功尽弃，易遭辛苦尽付流水不说，自此再无修道之望。只是天地造化奇妙，冥冥中自然会留有一线生机。发雷劫之前，隐有预兆迭显，应劫者若有应对之法，便能及时躲避劫难，成就玄功。”张眼得了罗霄事先透露其中的奥秘，此时天地风云一变，他便提前就有了感应，知道不久后将有雷劫将至，怀他功果道基。道友请速速躲避。罗霄也是神色一凛，他与张眼有血誓在身，一亡俱亡，一旦张眼功行被毁，此生便再无长生希望。人生才短短100年，他怎能容忍？是以雷劫临头，也不免心急。身上黑色玄光在地面上来回几个扫荡，当即在洞穴下掘出一个浅坑，恰恰可以躺入一人。张眼不再犹豫，用元针将五官封起，闭了实感卧身其中。罗霄飞快用碎石浮土将他整个人都埋了起来。这一切处理完后，天边突然雷声大作，隆隆轰响，听得罗霄也是心头一颤。幸好只是动静很大，并没有电光雷火同降。尽管如此，罗霄身为妖修，本能中对天雷有种畏惧之感。7日之后，雷声终于退去，不待罗霄扒开浮土，张眼便从地下一跃而起。直到此时，他功行才算真至完满，跨过了第一扇大道之门。这时他若有所觉般转头一望，只见那2只贝王不知何时又飞腾了回来，正趴在洞穴口发出啾啾悲鸣，显然知道玄珠已失。不过他们和与杜博争斗数日后，再经雷劫惊吓，此刻已是萎靡不振，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。罗霄妙目一转：“张道友，不若趁此机会一并取了这2只贝王，另觅一处灵的安下，1、2年后又是一处贝场，说不定还能再凝个贝子玄珠出来。”张眼却摇了摇头：“这阴贝本是闵苍派掌门之物，我若取之，不说杜氏，连闵苍派也会穷究此事，牵连太大，还是适可为止为好。”诸事处理妥当后，张眼来到了北辰派，打算借他们的玉液华池一用。因为在门中师长同门看来，张眼并不是世家出身，怎么可能下山一圈就攻城开卖了？所以张眼必须找寻一个稳妥的方法堵上这个漏洞，不至于让人看出破绽。没过多久，北辰派的弟子就匆匆赶来。见到此人，张眼直接开门见山：“我乃闵苍派下院入门弟子，需借你族中玉液华池一用。”张眼一亮身份，那中年人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即神色变得更为恭敬：“既是仙师借用，小民岂敢不从？只管取用便是。只是我韩氏100年来族中不曾出过一个驻元修士，曾经的1等华池，如今也已降到了第4等，也不知合不合仙师之意。”张眼却毫不在意：“无妨，能用即可。此番我借你族玉液华池一用，你有何求尽管说来，我亦可助你一次。”中年人犹豫了几次，最后壮着胆子说道：“我族中将来若有一子弟适合修道，万望仙师成全。”说完后，他心中也有些忐忑，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因此发怒。而张眼看了对方一眼，暗道：这人倒也聪明，假如将来自己修道有成，此人族中又有弟子适合修道的话，只需自己提携一把就能进入闵苍派修行，可谓一步登天，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好，张眼当即答应了下来，我可与你以100年为期，以你族中一人入门，至于造化如何，就看他的机缘了。此时张眼刚回到善渊观，便来到了三清殿中，见过3位上师。张眼虽然开麦攻城，但举止丝毫没有张狂之色，还是一如往昔般恭敬有礼。石首竟见张眼此刻态度恭敬，心中生出了些许好感。要知道张眼此刻已经破开仙脉，早已无需把他们放在眼中，却仍是这般举止有度。石首竟不禁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张师弟，如今你已经开麦破关，今后皆为我道中人，相互之间以师兄弟之称即可。”张眼微微一笑，再度拱手：“上师客气了。”这时一道声音自殿外响起：“张眼何在？”贫道王一星，乃是上院贫贱，特来观你脉象，速速放出你的脉象，让贫道一观。张眼眼睛一眯，心中暗道：贫贱脉象起码需要一位玄光期的仙师，而此人明显是明气期的修士，看来不是世家子弟，就算开麦破关了，也还是被人看不起。既是上院品鉴当面，自当与师兄一观。
张眼墨韵圆真，当即就有一团云雾状的气息弥散出来。王一心不禁咦了一声，别人脉象浮现非要一刻方能建功，张眼却须臾之间便显异象，这倒是不简单。可是等他看了一眼后，却鄙夷道：“物象，下品。”他一挥衣袖，拱手道：“告辞了。”张眼也不再多留，当即拜别三位执事，一路走下浩绝峰。他也是长出一口气，幸好那人见识不够，看不出来我的脉象，否则恐怕会招惹到不必要的麻烦。上院的水比下院更深，还是低调行事为好。这时他突然发现空中竟有一艘飞舟正向他飞来，一人冲着下方招手道：“张眼，既已开脉，便是上院弟子，今日就随我离去吧。”说着，那人手掌伸出一抓一握，张眼便觉一股拉拽之力传来。他知晓这是上院派来接引自己的人，是以毫不抗拒，任由自己被那人招上飞舟。上了飞舟后，便驱动飞舟往南面飞去。画面一转，闵苍派、长关战渊和光洞天、宁冲玄脚踩渡客其余，大袖飘飘，在一片茫茫大泽上踏波慢行。突然，宁冲玄踏上一块飘来的玉阶，理了理衣袍，俯身郑重一拜，拜见恩师。只见不远处浮现出一水榭玉台，一个头束金冠的少年怡然自得卧坐云榻之上，两侧侍女俱是落叶垂缨，佩帛飘带，长裙曳地。那名少年哈哈一笑：“冲玄，怎么今日想到来看望为师了？”宁冲玄沉声道：“只为向恩师讨取一女。”听到这话的少年顿时来了兴趣：“冲玄，你往日只说一心向道，无意找寻道侣，如今怎么想通了？甚好，甚好啊！”宁冲玄却正色道：“恩师，此女非用来服侍我本人，而是为宋羽一开麦弟子。”闻听宁冲玄并非为了自己，顿时就没了兴趣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便是你前次提起的那个张眼吗？”“正是，恩师，此人心智坚毅不说，根性之好，我平生未见第二人，须得早早融入我门中方可。”少年思索了片刻，随后问道：“此人开脉是何脉象？”“物象，门中品荐给了下之评。”“下，又是物象？”少年一怔，随即仰天大笑：“奇哉，奇哉！那岂不是以为是我当年一样吗？”宁冲玄拱了拱手，朗声道：“恩师当年破光开脉，也不过是下品的物象，却能以此脉象凝出气海浮天法香，非但不输铜柴，还有圣之。可见脉象固然紧要，但修道者一颗坚定无回的道心更是不可或缺。原来如此，你的心思我已知矣。”少年曲指一弹，一枚软玉贝叶向宁冲玄飘去。这是为师我当年修炼时所用道书，就由你做主了。至于能否有所体悟，全看那小子有没有这个机缘了。对了，你方才说讨一女与他，为师准了。你属意谁人？唐嫣。哦。少年略有深意瞥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倒是会算计，把唐嫣送了出去，不但少了对你的纠缠，亦能借王家那小子的手逼此子入我门中。弟子不敢做如此之想。”少年指了指他：“你啊你，这个正经脾气须得改一改，须知玩乐笑闹才是神仙之事。”宁冲玄肃然道：“恩师在上，弟子哪敢放浪形骸？罢了。”少年挥了挥手，也没心思再说。他算是知道这个徒弟的秉性是改不了了。宁冲玄俯身一拜，沉声道：“那引张眼入门之事。”他半晌得不到回话，待站起身时，却发现脚下玉阶之上已无声无息多了4个飘逸如云的字迹。观其行止，他抬头一看，却发现除了一方水雾外，碧波之上已然行踪渺渺，哪里还有人影？与此同时，此时张眼已经来到了闵苍派的正院所在之地龙渊大泽。飞舟又行了半日之后，将张眼放到了一个码头。随后那名修士说道：“张眼，你自去此处乘舟，到月天阁中找吴师叔即可，我等回去交令，恕不奉陪了。”两人交代完后，也不多说，自顾自驾起飞舟走了。张眼辨明方向，走下山头，一路出了树林，来到了一个小市集。可突然，街道上响起一片声笛箜篌之音，众人纷纷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名头戴笠帽垂纱、看不清面目的女子，缓缓地来到了张眼面前，道了一个万福。小女唐嫣见过张郎，而张眼却不吃这一套。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心中一时充满了警惕，沉声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女子走上前一步，轻垂真手：“奴家本是长关洞天女士，今奉您师兄之命，特意来此与张郎结伴同修。”说到最后，他的声音机智低不可闻，脸上更是充满了羞意。张眼眯了眯眼，弄出这么大的阵仗迎接自己，看似风光，可是除了惹人注目外毫无好处。他初入上院，岂能这般张扬？他虽然和宁冲玄只说过几句话，但绝技不信对方会安排这么一出。如果是此女自作主张，那么他的目的倒是值得深思了。他心中冷笑一声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莫非以为我就没有手段吗？”张眼微微一笑：“既是宁师兄安排，那张某自无异议。不知你一众人等前来，可有落脚之地？”唐嫣点了点头，表示按照上院规矩，张师兄可在月天阁领取洞府。而后唐嫣又命令身边的一个女士带张师兄去月仙阁。张眼目光一闪，点头道：“那就有劳唐娘子了。”不过多时，张眼便来到了月天阁，进门便看到一个相貌清瘦的中年道士。张眼看了看，这人修为大致和那天接引自己的两人相仿，只是一名气息修士，便拱手道：“在下张眼，不知这位仙师如何称呼？”道士瞥了张眼一眼，淡淡道：“贫道黄守和，你可是来讨要修炼洞府的？”“正是，各处修行洞府皆有定数，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4等。你来的不巧，甲等、乙等洞府俱已被人占去，只剩下丙、丁2等洞府，你看可还合适？”张眼向着黄守和说道：“洞府我是要的，但并非下等居所，而是洞天福地。”洞天福地。黄守和脸色一沉，挥袖呵斥道：“
你不过一出入上院的开脉修士，也想要洞天福地？狂言！你可知道洞天福地唯有门派真人方可享居？张衍冷笑一声，阁下莫不是欺我张衍不知规矩？只见黄守和身前的桌案突然被张衍拍成碎屑，他不禁吓了一跳。你做什么？张衍又往前走了2步，高大的身躯逼近了黄守和，冷声道：下院入门弟子一朝开脉，入得上院便为真传弟子，有权居住洞天福地，此乃是闵苍派立门之规。你区区一个执事道人，也敢暗中搬弄技巧，妄言一阁之规大于一派之规，莫非你以为我动不了你？这给黄守和吓得浑身微微一抖，连忙换上了一副笑脸。师弟莫急，贫道方才记起，倒有一处名为灵岩岛的福地，却是空置，位在9翼城西南向，这是岛上开河禁制的牌符。闻言，一旁的蝶儿连忙劝道：这灵叶岛灵机霸道，金火两气肆虐横行，不是修道灵地，而是死地绝地。燕娘在真人处可是玉华洞天，袖袍鲜衣，绝不会随着你一起吃苦。张衍皱了皱眉，冷声道：你家娘子是想修道成仙，还是入宫为后？大道之上，只有砥砺前行，披荆斩棘，没有安乐享福，富贵荣华。如若不愿随我，不来也可。说罢，他一拂袖，径直向着门外走去。片刻后，张衍已乘飞舟来到了灵叶岛的上空，驾驶飞舟的道童指着下方道：师兄，洞府便在那处山巅。张衍仔细一看，这座岛屿灵气冲霄，如见似红，状如火舞，好像整座岛都被金红色泽的气焰所包裹。这天地精气果然称得上是修炼福地，但是凡事都有个过犹不及，比如这个洞府，每日卯、午、申3个时辰中都有金风烈火升起，其能主筋焚脉，鞭骨刮肤，灵机实在太过霸道，长久在此修炼难免会伤了根基。但张衍却是不禁反喜，自己修炼那本太乙经书正要借烽火惊雷，如今这处洞府却是自动送上门来。他仰天一笑，所谓彼之毒药，我之良方莫过于此。待到张衍踏入洞府，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不由赞道：这洞府倒是干净宽敞。这话说的倒也没错，这洞府里除了一张桌子，啥也没有了。张衍拿起洞府牌符，掐了一个法诀，顿时灵叶岛上禁制齐开，哪怕有数个10玄光期的修士也别想打进来。他暗想，若有闲暇时，定要好好深研阵法。眼下还是先利用残玉研究一下太乙经书。他伸手入袖，手掌握住残玉，一时又一次沉了进去。这是他开脉之后第一次重回狱中，可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被撞了一下，仔细一看，发现眼前居然有数个漂浮不定的石纹在面前一字排开，除了正中间的一个他看得较为清晰外，其余石纹非但分辨不出为数几何，就连具体形状也看不清楚。如此奇异的变化让他惊讶无比，不由朝着那个最为显眼的石纹看去。这个石纹与寻常所见大为不同，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旋转，只看了几眼张衍便觉得一阵的头晕目眩。这石纹似乎比起星碑上的还要高明几分。张衍眼神中渐渐浮起了一股热烈之意，若能解开此字，自己对石纹的领悟定能更上一层楼。他脑海中不再想其他，抛开一切莫算推演起来。在狱中过了大约20余日后，他突然全身一震，放声大笑。此字正如我名，当为一个眼字。此语一出，面前石纹轰然粉碎，张衍神识一阵恍惚。在醒觉时，惊讶发现周围景物不再虚虚茫茫漆黑一片，而是将原本洞府内的一事一物尽皆映照了进来。他走了2步，上前摸了摸洞壁，竟然与外界一般无二，不禁来了兴趣，再往更远的地方走了几步，这才发现残狱中所映照的事物只能及5步之远，在外则仍旧是空无一物。此时张衍目光一闪，仔细体察，竟然发现5步之内竟连那金火灵气也一并映照其中。要知道冥气期修炼一分3种境界，各为气海出化、幻云照霞、天灵降顶。若按照一般方式修炼，却是无惊无险，波澜不起。但是太乙经书却不同，每一步修炼都要靠引入外气打磨淬炼，并不光靠自己内修所能完成的。原本张衍没有老师指点，又没有长辈高手护持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风险极大。本来以为这次残玉作用有限，却没想到今日有了此番变化，这样再也无需担心有何差错了。张衍退出残狱，这才讶然发现外界只过了1日而已，心中不觉更为欢喜。如此外界1日，狱中已有了20余天，这时乃天寿奇宝。他下意识摸了摸残玉，却感觉似乎与平时有所不同。拿到眼前一看，原本那些蒙蒙似灰的地方好像都被扒掉了，正中处还出现了那个石纹眼字。他暗忖，以前因是自己修为太低，不能参悟残狱奥秘，如今自己开脉破关，那些石纹恐是狱中禁制，解一字便有如此收获。不知道当那些字解开之后又会如何。正在此时，张衍突然神色一动，收起残玉，拿起牌符挥手解开禁制，大步迈出洞府，抬头往天空看去，只见一人负手当空而立，衣袖猎猎，如同一柄出鞘宝剑般锋芒外露，气概十足，连忙上前拱手：见过宁师兄。不必多礼。宁冲玄从空中缓缓落下，目光落在张衍身上扫了几眼，不禁点头道：你很好，我离开不过2月就已斩落金锁，开脉破关，比我之前所料还要早。张衍微微一笑，只是所得却是下等脉象。宁冲玄双目有如刀子一般瞪着他：你自己也是做如此之想吗？张衍洒然一笑，张衍踏入山门就为求长生大道，脉象虽为下等，但也是上天留下的一线生机，此即我登天之梯，岂能轻言见之？好，你有这番见识，证明我没有看错人。宁冲玄向崖边走了几步，他远目眺望，张衍，我本欲引你拜入一位师兄门下，他修为10倍于我，若能教授于你，当是你的大福缘。怎奈这位师兄近日必顾胡玄炼宝，
不知何年才得出来。如你能耐住性子，磨练功法，自当有否极泰来的一日。张衍神色不动，淡淡道：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，与其寄望他人，不若己身奋搏。此时宁玄冲就将一枚软玉贝叶扔向了张衍，里面有一本名为《蓝云秘册》的道术，乃是宁玄冲的恩师在一处绝壁洞窟中寻得。他以此法成就了气海伏天法相，在东华州也享有赫赫威名。不过功法各凭机缘，百人齐练，未必有一人契合天机，成与不成全看你的造化了。说着，宁玄冲便飞到了半空。记住，3年之后，门中当有大比，届时九峰齐出，众院弟子汇聚，其中不乏年轻一辈中的杰出高手。你当努力修行，届时望能在大比上斩获榜首才是。说完，宁玄冲便想离去，而此时张衍却叫住了他：宁师兄，那唐……话还没说完，宁玄冲便以极快的速度离开，似是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。回到洞府后，张衍看着从手指边爬过的七彩吞天蜥，讨好似的甩了甩长尾，看得张衍不由一笑。有这些灵兽豢养在洞府内，平时能扑蝇食虫，扫尘除垢，毒蛇猛兽不敢接近，且1年中只需1粒贝珠喂养，实在太过划算。与此灵兽相比，在北岛上的唐嫣一行人对他来说却是毫无用处，连鸡肋都不如。此刻天色渐暗，张衍起身来到了灵叶岛的地穴火口。每日卯、午、申3个时辰，正是地火涌动之时。这个时候正是他打磨元真的最佳时机。这2月来，他都在残狱中反复试炼太乙经书，不但将此书法诀烂熟于胸，而且还试出自己的身体每一阶段的最大承受力。张衍在地火窍穴边坐下，1月磨练下来，今日即将熬炼出第一口乾灵真气。随着耳边轰的一声爆响，四周烟尘腾起，煞气一下喷涌出来，他的精神顿时变得无比集中，口鼻缓缓吸入那一缕缕金火煞气，再吞咽下去，在经脉中来回涤荡，一丝丝元真不停从内窍中被逼出来，在煞气侵蚀下被慢慢化去，最终化为一道灵气。如此反复重复，灵气越聚越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只觉内府一阵翻腾，一张嘴，哈的一声吐出了一股浊气。仔细看去，似乎其中还隐隐带有黑红之色，那是体内被化去的元真杂质。张衍反观内视，只见一口清亮如水的灵气在丹窍穴内来回游走不停。惊喜之下，到了句成了。按照书上所述，周身灵气一旦运转，便能使身躯如絮如容，轻若无物，随风借力，踏波行水不在话下。此刻按法诀一转，突然觉得身体一轻，恰巧一阵大风吹来，居然双脚离地，如雨而飘。他神色略略一动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往前一踏，却是一脚踩在了那升腾冲起的乌云上，整个人便被一拖而起，如展双翅般悠忽间直上云端。待他再次站定时，发现自己正立在弥天乌云之上，上能仰观星空，下能俯览大泽，心中不由感慨，所谓腾云驾雾，也不过如此。等练到了冥气第2重境界，自然能聚气成云，借以遨游四方，那才是仙家手段。这时灵叶岛的另一侧，灵儿看到张衍，不由惊呼一声：燕娘，快来看，那是不是张衍？唐嫣一惊，不由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皓月之下，一人负手凭空虚立，大袖飘飘，袍带如舞。此刻天上星辰如海，竟将此人衬托有如天人一般。他定睛看去，不是张衍又是谁人？灵儿骇然道：这张衍才练了多久，就已能御气登空？王郎身边之人也不是说他资质平平，不堪造就吗？唐嫣突觉心中一阵没来由的烦躁，莫非这张衍当真如宁冲玄所说是个修道奇才？不，此人一无出身，二无根底，便是眼下有所成就，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。虽是这么想，只是不知为什么，心中总有一股燥气难以平复下来。他捏紧手中丝帕，咬了咬下唇，厉声道：灵儿，与我去书信与王郎。就言我等在此每日受煞气煎迫，已不堪忍受，无助无依，盼他怜我凄苦，早日来解救我等脱离苦海。第2天一早，一架飞舟便来到了灵叶岛上空，见这里禁制齐开，沙阵处处，也不敢冒失，在云端上喊道：张君可在？我家主人特命小人送书信来此。此刻张衍正在洞府静坐，突然听到有人呼喊自己，便走出洞府，见一飞舟在空，便抬头问道：你家主人是谁？立时答道：我家主人乃是王盘，号普王氏子弟，在此300里外赤霞岛上修行，与张俊也算得上是邻居。张衍心中一动，这些世家弟子从来不将他这等凡民出身的人放在眼里，平素也没有往来，怎么今日倒遣人来给自己送书信了？他拿出牌符，撤出禁制，让这力士从云头上落下。力士一下飞舟，立刻双手一捧，将那封黑色绳结扎起的信封交给张衍，恭敬道：这是我家主人亲笔所书。张衍随手接过，也不避讳，直接打开一看。此时张衍看到王盘的这封信，知道王盘是打算用丹药和飞剑来换取唐嫣，这倒是非常不错。原本唐嫣对他来说也是毫无用处，他心里倒是觉得能换出去也可以，只不过今天这封书信到来，他才明白宁冲玄的用意，这是要让他选择站队啊。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，与世家弟子妥协，想来今后宁冲玄也不会再多理会自己了。如今他在门中毫无根基，所以这个条件非但不能答应，还要明确拒绝。这要是换作恒生我，估计都活不过第2章。这修仙之人，心眼子都比我多800个。只见张衍放下书信，神情淡淡的说道：王师兄之意我已知之，只是他书信中所言未免有借势压人之嫌。我张衍虽只是一开麦修士，却也有铮铮傲骨，不惧豪门。唐嫣既入我手，便是我之私物，我如何处置，与他何干？就请他不必多费心思了。那力士面色微微一变，他伸手入怀，又取出一只红色绳结捆住的竹筒，送到张衍面前。
我家主人说，如果张俊不受先前所言，还请再观此书。哦，张衍伸手接过拆开，看了几眼后，却冷哼了一声。王盘这是打的先礼后兵的主意。这是一封斗书，信上言，如果张衍不接受他的好意，那么就请张衍择地一战，他自会前来赴约，之后再决定唐嫣归属。如果张衍不战，尽可以躲在岛上做缩头乌龟，免得以后出来遭人耻笑。张衍一声冷笑，对力士道：“你稍后片刻。”他转入洞府，在桌案上取笔过来，刷刷写上了几字，交给那名力士，出言道：“你传话于你主人，我听闻贵主真功赤霞，风景独秀，灵气充盈，正有意收入囊中。而今贵主愿意送上门来，我倒是却之不恭了。”待到那个奴仆回到赤霞岛，将书信到王盘手中，待王盘打开书信，见到最上面绝征2个鲜红的大字，眼皮不禁一跳。绝征一出，便是不死不休，败者非但性命任由对方处置，包括洞府在内的一切都归对方所有。王盘愣哼一声，张衍小儿还说什么？张衍说3日后他在灵叶岛上恭候大驾。王盘一怔，仰天狂笑了起来。张衍啊，张衍，你若不应战，我倒是拿你毫无办法；你若应战，便是自寻死路。3日之后，王盘来到了灵叶岛赴战。此来除他之外，共有36艘非洲一骑飞临灵叶岛，一眼望去，可谓气势迫人。王盘此次志在必得，急不可耐地想要抢走张衍的真传弟子之位。此时张衍站在某一处树梢上看，剑山脚下的王盘正在登山，他伸手一掐法诀，只是片刻间，蒙蒙大雾便弥散开来，将周围都笼罩了进去。王盘攀山而走，突然他发现周围都是白蒙蒙的一片，不见张衍身影，出声大喊道：“张衍，我已到了，出来一见。”王盘，我早已在此恭候多时。张衍的声音从浓雾中传了出来。王盘仗着修为高深，对浓雾丝毫不惧，大步踏入其中，走了10多步，却发现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哈哈一笑：“张衍，这等雕虫小技也想胜我？给我散！”他忽地吹出一口浊气，平地顿时刮起了一阵旋风。只是等这风敛气收之后，这雾气只是稍稍变得稀薄一点，须臾间又渐渐浓郁起来。王盘不禁怔在了那里。张衍暗笑：蓝云秘策虽说在炼气法门上差了点，但是在气机运转上却是别出机杼，岂是你一口浊气就能吹散的？王盘虽不怕这火烈之气，但自己却没这个耐心与张衍干耗下去。他眼珠一转，大声喊道：“张衍，你若识趣，那就主动认输，让出真传弟子之位。我之前交换承诺一概不变，免得有性命之忧，你看如何？”片刻后，雾中传来张衍的回话：“既已到了此处，便是生死之决，多说无益。”找到了。王盘眼神一厉，道了声去，手中遁阴飞剑泛起一阵红芒，霎时脱手而飞，直奔张衍出生的地方而去。张衍在雾中却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心中一笑，正是要你如此。手腕一抖，一支云纹朱笔滑落袖中，再往空中一扔，飞剑来势汹汹，对着张衍的面门呼啸而至。朱笔却沉稳至极的主动迎上，笔尖只是在剑身上轻轻一点，便消去了那层红光灵气，再绕剑一转，又刷去了剑上那一丝精血，剑身顿时变得一阵暗淡，从空中掉落下来。张衍伸手一接，一左一右将宣命笔和飞剑接在手中，微笑道：“王师兄，恕我却之不恭了。”王盘突觉心口一疼，那柄飞剑居然与自己失去了联系，顿时又惊又怒，大骂道：“张衍，我知道孙真人一脉擅长借物遁形，收拿飞剑，宁师兄也定然是传了你几手法诀，不过你莫以为学了2手法术，躲在雾中，我便奈何不了你。”王盘心中暗道：这张衍若是真有能耐，肯定早已下来杀我，又何必躲在一边，定是惧怕与我正面交手。想到这里，王盘顿时掏出了一柄紫铜短戈。张衍，看招！此时王盘将手中的紫铜短戈猛地刺向了张衍，随后王盘胸中单鞘一开，张嘴吐出了18口红如赤砂、烈似云霞的清浊火灵之气，顷刻他所站之地便被掷出了一层焦黑色泽，便是身侧草木也熊熊烧了起来，一眨眼间便将张衍所在位置方圆数10丈的距离一并圈在其中。王盘所练功法称之为赤火丹霞卷，也是族中为他搜罗来的一门火手功法，只是此法他还未曾练熟，要用18口灵气才可勉强施展。原本王盘算计得很好，可偏偏算漏了一点，由于这门法诀还没练到家，他还只能在平地施展，偏偏张衍却能驾雾而起。此时见火气灼人，他微微一笑，脚尖一点，便随着烟云一起升腾而上，顷刻间便出了此法范围。看下方烈火腾腾，火气在其中穿梭不定，犹如阵法搅动。张衍看得啧啧称奇，有心试试对方这王盘火气的威力，便张开嘴，一口乾灵清气吐在了上面。没想到他只闻嗤的一声，这口清气居然和那口火气两下齐归乌有，半点不存。他不禁一怔，随即苦笑摇头，这一口乾灵清气算是白练了。张衍有心看看胸中两气与对方的差距，此时又吐出了一口蓝云清气出来，这下却是如血入滚锅，顷刻间便被化去。他摇了摇头，看来这蓝云清气果然在气机凝练上比乾灵清气差得远。只是这时他却神色一动，也是他对气机感觉敏锐，才察觉到还有一丝灵气未曾消散，似有若无的飘在那里。他目光一闪，吐出一道乾灵清气，将这丝灵气卷了回来，放入了胸中细细查看起来。这一看才发现，这道清气虽然被磨去了绝大部分，但这剩下的这一缕却是极为精纯，几乎接近用烈火金锋炼化出来的乾灵清气。看到这里，他眼前一亮，
因为他突然想到，自己其实未必需要用元针去磨练乾灵清气，他大可以先练简单的蓝云清气，然后再用太乙经书所载的法门去金风烈火下打磨，想必速度能比原先提高1倍不止。有了这个收获，他指望能早日一试想法，也无心与王盘再玩下去，拿出宣命笔，道了声去。宣命笔一出，只是绕场一圈，便将18口火气刷去一半。王盘法觉当即被破，王盘被吓了一大跳，心中暗叫不妙，顾不得再将那剩下的火气收回，回头转身就逃。张衍冷笑一声，还想往哪跑？死！只见张衍袍袖一甩，一点青芒直奔王盘后心，下一秒就被张衍一击带走，并且王盘还送给张衍一瓶吃生丹。传闻第3重境界因为阴阳归一，会有意气杂生，搅乱灵机，而吃生丹却可镇住意气，化污去浊，这简直就是专门来给主角送快递的。张衍先是将此丹收起，随后转身向山下走去。有劳诸位久候了。云雾开散，张衍露出身形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仿如置身梦中，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。这竟然是王盘输了，连身家性命一起丢了。更有人眼露茫然，不知所措。风真脸色阴翳，仿佛笼上了一层寒霜，而他一旁的胞妹风鸟却是一眨不眨地看着张衍，美目中却泛过了一丝异彩。3日后，一个名为王茂的老者来到了张衍的住所，张衍却不敢小看此人，一脸郑重地亲自将此人引入洞府。元婴以上，可称真人。此人乃是王元真人的亲孙子。两人分宾主落座后，见张衍并不说话，王茂便主动开口，拱手道：“张君莫疑，王某此来并不是兴师问罪，而是与张俊商议一桩事宜。王盘乃是我族弟，今次他不自量力，为了美色冲撞了张俊，身死魂消，乃是他咎由自取，怪不得他人。”张衍却摆了摆手，正色道：“王兄此言谬矣。我与王盘师兄虽是决争之战，但也是按门规公平比斗，彼此之间并无仇怨，也没有谁对谁错之分。如若那日败亡的是我张衍，也是我时运不济，不能责怪王师兄。”他不得不拦住这位的话头。无论张衍、王盘两人对战名义上都是按照门中规矩来的，谁都没有逾矩。如果按照王茂所说是为了美色，这就变成了私斗了，那意义就大不一样。就算今后王家不按规矩在暗中拿捏他，也会有人觉得是理所当然。所以这个话头万万不能被对方扣住，需把理站住了才行。王茂微微诧异，他倒的确有挖坑的意思在内，可张衍虽然年轻，却没有得意忘形，而且反应很快，不留一丝破绽。他暗中点点头，看来王盘败在此人手中也不冤枉。既然大家都是明白人，那么再纠缠下去就没有意思了。于是他拱了拱手，歉然道：“却是我误言了。张俊说的是，在下今日此来，却是另有一事。不久前，张衍刚干掉王盘，如今便来了一个王家的长辈王茂，想要拿丹药飞剑、法宝道书来换回赤霞岛。”此语一出，张衍倒是心中大为异动。老实说，赤霞岛不过是一处真宫洞府而已，他有灵叶岛这处福地在手，倒是对这处地方看不上眼。而且虽然赢了王盘，这里也算不上是他的私物，用来换回实用的法宝丹药，那是最为合适不过了。张衍微笑道：“此事我允了，不过我有言在先，洞府可以赎回，但王盘既输，岛上一切皆归我有，无论法宝飞剑还是丹药道书都需留下。”王茂也是微微一笑，此事正理，嘴上说的轻松，心中却一阵肉疼。事情已经谈完，王茂便有了去意，正准备起身告辞，张衍却突然问了一句：“先前王君所言，王盘师兄为美色与我争斗，我且问王君一句，王家可想挽回清誉？”王茂皱了皱眉头，他看了张衍一眼，坐直了身体：“张君有话但说无妨。”张衍微微一笑：“既然外间传言此事是因我那美婢所起，不若我将此女交与王家，是罚是骂，是打是杀，任由你王家处置，王君以为如何？”王茂不禁侧目看了看张衍，先前骨子里的那种轻视此刻荡然无存。这件事起因是因为唐嫣，张衍只要名义上宣称把这美婢送给王家，这就是给了王家一个台阶下。而且在外界看来，王家非但没有以势压人，反而好言好语赎回洞府，颇具名门风范，这才使张衍感怀，主动送上美婢。这么一来，非但能挽回王家损伤的名声，说不定还能增添一些赞誉。这个办法他没法拒绝。王茂郑重地拱手道：“张俊好手段，王某佩服。”对于张衍来说，斩杀了王盘，已经向宁冲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而唐嫣这个无用的人物，正好可以送给王家缓和彼此的关系。至于到时候王氏怎么处置唐嫣，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了。与此同时，盘池岛草庐之中，一个长衣散带的中年修士躺在榻上，拿着大扇拍打着自己袒露的肚腹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如你所说，那个张衍资质平平，却能以凡民出身立足下院，进而登堂入室，此人大不简单。”风真叹了一口气：“我正是为此事忧虑。张衍越是不凡，我越是心神不宁。”风伤失笑道：“何苦如此？真儿你如今也到了玄光境界，怎会畏惧一个名气境界还未踏入的修士？”风真的神色有些尴尬：“我并非是为我自己，而是为了我家二妹。自从那日从灵叶岛上回来后，我便发现她神情有异。后来我屡次出言试探，几番之后，她才对我坦诚，原来自那日一见之后，她便对张衍有意，竟想与此人结为道侣。”而风真却对此事头痛不已，因为风瑶的师傅秦真人乃是前任掌门之女，在门中地位超然。说到底还是因为张衍乃是平民出身，这帮欺软怕硬又自命不凡的废物看不上罢了。一旁的风商伸了个懒腰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你也不必心急，此事在我看来极易解决。”哦，风真眼前一亮，
拱手道：“请叔祖赐教。”风商无了一声，随后道：“听闻张眼至今没有拜师，那咱就给他找一个师傅。”说着，风商用手指蘸了点水，在桌上写了3个字：“周重举。”此人现为丹鼎院掌院，昔年他曾欠下我一个人情，这么些年来，我也没有什么事求到他门上。如果要他收下这张眼为徒，他定然不会拒绝。风真不解，即便他收了张眼，可还是不能阻住二妹的心思啊。谁说的？风商瞪了他一眼，一旦此人收了张眼为徒，不但门中无有人会多问，而且咬儿也绝技和他成不了道侣。风真眼中俱是诧异之色，为何？风商神秘一笑，也罢，今天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便与你说得通透。这周重举与琳琅洞天的秦玉本是夫妻，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夫妻2人反目，如此人收下张眼为徒，咬儿想与他结为道侣，定会为秦玉所阻。风真低头想了想，觉得此法可行，不禁下意识点了点头，又恨恨说道：“按叔祖所言，周重举也是大有来历，倒是便宜了那张眼。”风商嘿嘿一笑：“你叔祖我岂会想不到这一点？我告诉你，周重举此人修为并不高，但他一身炼丹术确实非凡，因此一直以来都想要一个衣钵传人。可是他择徒严格，真正能入他眼中之人并不多。不过此人也颇为偏执，一旦收徒，就不许转修他道。”风商得意一笑，而且炼丹术又岂是那么容易练的？此前要先练10年舌窍术，再练10年鼻窍术，最后练10年目窍术，俗称3窍关要。如此一来，便需用30年苦功。任他张眼再天资不凡，也只能按部就班。若他妄图叛师而出，那便是人人得而诛之。30年修为停滞不前，真儿还用把他放在心上吗？几天后，张眼考核完后，正欲转身折返洞府，抬头一看，却见一人正在自己面前，连忙行礼道：“见过宁师兄。”“宁师兄何事到来？”宁冲玄目住张眼，沉声道：“我来此事要告知你一事，你师承已定，魏丹鼎院掌院周重举，此人身份独特，这番青睐与我师尊说要收你为徒，师尊已然应了，我也无法阻拦。不过此人也并非世家一脉，所以你大可放心。”张眼眼底有一丝金芒闪过，听师兄所言，此事似乎别有隐情，不知这位周前辈为何要收我为徒？宁冲玄摇头道：“此事现在你多知无益，还是先把如意神梭交出来吧。”而听到这话的张眼神色不变，毫不犹豫将神梭拿出，宁冲玄伸手一点，神梭便归入自己的袖中。他看了看张眼，又道：“我这便送你去见此人，你记住，外物再好也是助力，不是倚仗。只要你一心向道，也未必没有成道之机，切记切记。”他走上前，一搭张眼肩膀，后者顿觉得眼前一阵模糊，似乎陡然间天旋地转起来。待到重新站定，抬头一看，却是倚在一处梁架结构的大殿前，匾额上是丹鼎院3个大字。宁冲玄却已经不知去向，正要往前迈步，他神色却不由一动，伸出手掌摊开一看，那枚如意神梭正好端端待在手心里。张眼将神梭收起，思索了片刻，不禁对宁冲玄的用意有所了然。今日宁师兄将如意神梭先收后余，恐是要令我生出得失之心。再看他最后所言，却是要借此告诉我，外物再好，亦是他人之物，他人能赐也必能收，而再来丹鼎院前做出这番举动，怕是借此暗喻炼丹术亦是外物，唯有修炼玄功才是正途，叫我不要忘了根本。想到这里，他对着宁冲玄离去的地方郑重拱了拱手，不管宁冲玄目的何在，至少对自己也是有几番相助之恩，还临别流缩，算得上仁至义尽，这个人情他将来必还。不过张眼嘴角含笑，不管是宁冲玄还是在后面弄鬼的那位，你们都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他双手袍袖一震，大步迈入大殿，入门便有一名执事立刻迎上来：“这位师兄来此何事？可是求丹的吗？”张眼站定，沉声道：“我名张眼，奉命来此面见周掌院。”“你就是张师叔？”那名道童先是一呆，随后连忙露出一副笑容：“您就是张师叔，祖师有命，这里请。”张眼点了点头，他整了整衣衫，登梯上到3层，一眼看去，发现那名道人已坐到了正厅上。他黑发黑须，五官周正，右手拿一卷丹书，案几边放着半壶酒，便看便饮。察觉张眼进来，他看也不看一眼，只是挥了挥衣袖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谁让你上来的？下去。”张眼却不理，他见两侧书架上皆是道书，径自走上去取了一本翻看起来。道人哼了一声，移开手中书卷，冷冷道：“你莫以为你做出这番举动，我便不会收徒。我收你只是为还老友一个人情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这个徒弟，我周重举都是收定了。”张眼却笑了笑，放下手中书册，回转身道：“二叔公，我做了你徒弟，你岂不吃亏？”周重举听到张眼称自己为二叔，不禁脸上一变：“你唤我什么？你难道是周家？”张眼先是一笑，随后恭敬一礼，说道：“当日指点我上山那位前辈，说周家有位长辈200年前曾破门而出，曾立誓覆灭周家，让我前来投奔。他说我若到不了上院，则一切休体；我若到了上院，自然有机会见到您老。”周重举跟着又问：“那位前辈还说了什么？”前辈说：“见您老之面后，只问你可还曾记得当日用拂尘在您背后拍打了3下的那个老道吗？”周重举闻言，站在原地默然不语。正在张眼疑惑的时候，只见他仰天哈哈大笑，捶胸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前辈未曾骗我。当年我被周家老匹夫暗算，以致被轰赶出门，原本有心复仇，可前辈却说我根基已坏，就算传我神通，此生也无有大道之望。但前辈告诉我，他将巡游天下，巡亦有大气运，是能翻天覆地之人，此人必能完我心愿，叫我耐心等候便可。200多年了，老夫终于等到了。”感叹完后，他对张眼温和一笑：“张小友，在我这里，你需放心，无论谁想害你，只要你不犯下门规，不行差踏错，我定可护得你周全。”张眼躬身道：“多谢二叔公。”周重举摇了摇头，摆手道：“我如今已不是周家之人，且你我皆是得前辈相助方能解脱，外人面前你称我为师傅，无人时以师兄弟相称便可。
他又看了张岩一眼，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站起来指了指张岩：“有一事你不可不防，你来此本是我一个老友之意，我为还他一个人情，不得不答应下来。不过此人善计谋，所设之局皆是一环套一环，此事绝不会这么简单。但他究竟有何打算，我暂且也看不出来。不过大致应该还在炼丹这2字上做文章。”周崇举走到一边，在案架上拿下几卷书，送到张岩手中，叮嘱道：“这几卷书乃是我100年来重新修编的炼丹术，不说今世难寻，在东华州也难以找出几人来与之媲美。你带回去看一下，不求你练到什么地步，略知一二做个防备也是好的。”几个时辰后，张眼闲来无事，将周崇举交给他的炼丹之术翻看了一遍，只是这一看却入了迷。看完之后，他不禁感慨，难怪当日那位指点他来此的前辈叫自己投靠周崇举，这人的炼丹术实在是一绝。原本的3窍术被他精心改良，变成了内窍术，不但修炼时间大为缩短，而且对修士的资质要求并不高。最关键的是，只要有那几种丹药，任谁都可以修习。这个方法如果一经传出，必定会改变如今16大派的格局。张眼立刻意识到这门丹术价值所在，小心藏在乾坤袖囊中，准备找那几味丹药自己来试上一试。想到这里，他索性整副出门，到了外间，放出飞舟，往德坛阁而去。修仙界竟然也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。原本张岩好好的开着自己的小船在空中翱翔，结果突然飞过来一个人，好在张岩果断弃船躲了过去，可是他的飞船却被斩成了2段。张眼飘落地面后抬头一看，发现并不止这一道白芒，前前后后共有20多道各色光芒冲进了德坛阁。他拍了拍衣襟，眯眼看了看前方，冷笑一声，也往那里走去。刚进德坛阁，便看到一个少年单手怀抱一只灵兽，拍着跪案叫嚷道：“此事苏师兄的红毛灵楼不慎被飞熊丹煞所伤，曹老二快点拿太华丹来，我好医治。”此刻张眼拉过来一个管事，指了指问道：“这些人是何来历，竟敢如此嚣张？”那个管事连忙说道：“回禀张师叔，他们俱是六川四岛上那些真传弟子的亲族，带头那个名叫风吉。”“哦，你说那个带头姓风？”“没错，此人正是12巨士之一的风氏。”张眼暗中冷笑一声：“风商啊风商，你风氏子弟今日犯到我的手里，只能怪你们自己不走运了。他要找风氏的麻烦，怕是未来10几年内都没有好机会。不过风吉今天主动送上门来，他又岂能放过？”张眼将这名管事放开，大踏步走入内堂，指了指地上的灵兽，沉声道：“曹掌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曹掌阁见来者是张眼，脸色微微一变，刚想开口，便被一旁的风吉抢先说道：“我家小云受了煞伤，要服你们阁中太华丹解煞，有什么好多说的？曹老二，还不快去拿药！”张眼不理风吉，只对着曹掌阁冷声道：“人服之药，岂能与畜生分食？”风吉转头怒视着张眼：“你敢不给我用？”张眼看也不看他一眼，似乎当他并不存在，只是关照了曹掌阁一句：“曹掌阁，各房各方，丹药都有定数，少了缺了，你自担当。”说完之后，他拂袖就走。“你莫走！”风吉大叫一声，手一抬，一道红光便向着张眼背后奔去。张眼目光一闪，大袖一甩，一点青光飞了出来，众人也没看清楚是什么，那红芒就掉了下来，原来是一把通体红光的小斧。不过此时已经暗淡无光，他心中一喜，这个风吉不过13、14岁，胸无城府，果然容易算计，自己只是简单挖了个坑，他就往里跳了。然而张眼表面上却佯作大怒，拿出幻命玉符一晃，门规有定，无故刺袭真传弟子者，杀无赦。左右倒海力士何在？还不与我拿下！幻命玉牌一出，当即便有6名倒海力士冲了进来。风吉一听张眼喊出的身份，也是一愣，但见倒海力士人数不多，不禁胆气一壮，叫嚷道：“各位师兄师弟，这人竟敢欺辱我6川4岛之人，不要顾忌，出了事自有苏师兄会替我们担待，与我抢了丹药再走。”而此时谁都没有察觉到张眼脸上那若有若无的一丝嘲弄。此时张眼遇到的风吉不过13、14岁，胸无城府。便是如此，原本他可换来搬山力士直接镇压对方，可却偏偏只喊了6名倒海力士出来，正是要给对方留有反抗的余地。在他看来，这件事不求将整个6川4岛的人都拖下水，志不济也要把风氏拉下泥沼，让他们尝尝被人算计的滋味。其次，真传弟子在亮明身份后仍然围攻不止，世门归如无物，这所作所为，这往大里说，简直等同于叛门了。所以这件事闹得越大，对他越有利。看看倒海力士伤亡的差不多了，张眼觉得时机已至，幻命玉牌一照，便有3名搬山力士循令而至。他们根本无惧那些法宝轰击在身上，走上前去，伸手一拍便打倒一人，顷刻间将这20多人悉数拿下，收了法器，将这群人用精炼过的绳索捆了，全部扔在堂下。他则走到桌案边，取过纸笔，言简意赅写了一封书信，又换来1名力士，给了他一只飞舟，叮嘱他将此信务必交到宁冲玄手中。目助那名力士走出门去，他又看了一眼堂下那些望向自己的愤恨眼神，不禁一笑：“宁师兄，这出戏开始的桥段已经给你搭好了，就看接下来你怎么唱下去了。”而此时，一个人却突然冲入了大堂，只听他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谁捆的？快把他们放了！”张眼看了此人一眼，原来是丹鼎院中仅次于周崇举的窦明，于是出言道：“窦副掌院，何必如此大声？是我叫人把他们捆起来的。”窦明见是张眼，皱着眉头，勉强压住了自己的怒火，指着下方说道：“张师弟，这些都是6川4岛真传弟子的亲族，还不把他们放了？难道你想惹祸上身不成？”张眼不禁冷笑一声：“惹祸上身？他们刚刚竟敢袭刺于我看放了他们才是惹祸上身吧？”听闻其中有此缘故，窦明也是一怔，随即咳嗽了一声，上前低声道：“
张师弟，你可知道那只灵兽是何来历？那是苏一昂豢养的灵兽，他可是5大姓氏之一的秦阳苏氏的弟子。张衍淡淡道：凡间尚有言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难道因为他是苏氏弟子就可以不守门规，就可以随意袭刺真传弟子了吗？不等窦明再说什么，张衍当即拍案而起，左右立誓将这些人全部用云阳金锁锁住，丢到地窖里关好，不许走脱一个。说完，张衍便袍袖一拂，大步踏出德坛阁大门，驾起飞舟，向着周崇举居处飞去。此时盘池岛内，风真不敢相信张衍居然敢将6川4岛真传弟子的亲族给囚禁起来，而风商却是轻摇大扇，一副云淡风轻的说道：此事张衍是以自身为支点，撬动师徒一脉与我世家争斗，在还没有决出胜负前，师徒一脉必定保他无事。此时谁敢出头？风真愣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我听文族中正在联合另几家交好的世家，一同向师徒一脉施压，但掌门似乎并没有什么举动。风赏却是怒骂道：愚蠢！你以为师徒一脉隐而不发是因为顾及我等世家力量吗？那是他们嫌我们这几家肉太少，吃不饱啊！况且围攻真传弟子，这个罪名可不小。家族不但不自私悔改，还妄图将师徒一脉反压下去。我看风氏此次恐怕是要元气大伤了。风商目光连闪，沉声道：张衍此计毒辣，翻手之间不但借势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还顺势坑了我风氏一把，果然是个好对手。风真这才发现风氏看似还有还手余地，实则已然身陷危机，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走下座椅，俯身下拜，侄孙求问叔祖，此事该如何化解？风商看了他一眼，神色淡然道：办法自然是有的，让那个风吉乖乖受死，一刀杀了送去正清院，再派人前去安抚张衍，这样一来便能提前斩断此事，不让师徒一脉有向我等发作的机会。5个月后，灵叶岛上黑云滚滚，惊风烈火之气翻卷不定，张衍体内此时已炼化出80口乾灵清气，如今只差最后1口便能一跃进入气海出化之境。只是这最后1口清气反复凝练已有7天7夜之久，却是始终不见功成。正当他准备稍后再做尝试的时候，突然地穴内的金火两气一起往他5窍内钻来，似要一下将他压倒，就此坏了道基。在此紧要关头，张衍本我不乱，心中默念太乙金书法诀，元真徐徐而动，极有耐心地将从毛孔中渗入体内的煞气一一魔化。如此3日之后，张衍突然双目一睁，身体不自觉一摇，似乎有什么东西陡然间脱体而去了。所有在外的乾灵清气骤然一阵涌动，不经召唤，从他眼耳口鼻中纷纷钻了进来，五官顿时一阵舒畅清明。再看胸中，只见81口清气正泛出烁烁涟漪，如水如波。此刻他已正式踏入了冥气一重、气海出化之境，可体内竟然还有一股力量不愿让他停下，仍在让他不停运转功法。张衍心有所悟，张嘴一吸，将面前的重煞之气吞下一口，用清气裹住，放入元针中不停打磨起来。1日夜后，他方才将这一口重煞磨去。此时从他周身皮毛孔窍中不停泌出青黑色的汗渍，他长长一声吐息，一股黑灰色泽如同烟烬气息从口鼻中往外喷出。再反观内视，发现胸口除了那81口乾灵清气外，竟还有一口凝成一团玄色浊气。张衍不禁大喜，自己居然顺势聚出了第1口昆灵浊气。他心中一动，张口一吐，将这口浊气从胸中吐了出来。只听嗤的一声，石壁居然被穿了个不知道多深的圆洞出来。这时张衍突然听到洞府外传来一声尖细的声音，立刻分辨出那是笑泽金剑的声响。是谁传输自己？他立刻拿起牌符，放开禁制，打开洞府之门，任由那金剑飞了进来。举手接剑后，拆开书信一看，却是告知他10日之后真传弟子共聚一堂赏月观景，是以来信传书邀请他前去赴会。当看到赏月会的地点在玉儿岛上时，张衍神色间顿时泛出几分微妙。这玉儿岛本是6川4岛之一，自己刚刚坑了他们一把，如今他们却要把自己请到岛上去，细细品味，这其中另有深意啊！而且这封信字体娟秀，一看就是出于女修之手，只是邀请他去赴会，却又没有请柬，这究竟是想让他去，还是不想他去？张衍摇了摇头，将这封书信随手抛开。在他看来，去与不去都无关紧要，与其在这上面多费心思，还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的修为才是正事。只是在此前，他却先要解决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，要练太乙金书第2部的昆灵浊气，每次都要放出所有的乾灵清气，将地壳深处的重煞引上来。这么做其实极为麻烦，而且效率低下。他心下思忖，能不能想个办法将煞气保存起来？沉思了许久之后，张衍眼前突然闪过一道亮光。周崇举给他的炼丹术中，那门内窍术不就是在身体中另辟气窍，容纳各种不同气机所用吗？这岂不就是天然的储气之所吗？想到这里，他按照卷书上所记载的法诀运转起来，不到半日，他便一口气连续开辟了3个气窍出来。只是在想练下去时，却是做不到了。心下知道，按照自己此时的修为，怕是已然到达了极限。既然如此，他索性将3个气窍都填满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突然听到外间有人一阵急喊：“张师叔可在？祖师急召！”张衍刚来到丹鼎院，便看到坐在厅中的周崇举。只是张衍见其脸上阴沉，不禁问道：“师兄，出了何事？”周崇举见张衍来了，指了指一旁座椅，示意他坐下，他自己却站了起来，沉声道：“前几日当遇水国来使，半年后为国主姬久伤大寿，是意想举办一场丹会，因此特意来使，向我派求取数名炼丹师前去。”说着，周崇举的拳头在桌案上重重一砸。只是先前我被江长老请去炼丹，阁中之事暂时由窦副掌院暂代，哪知道我不在，选取使者时，他竟然把你的名字填了进去。如今水国使者已经返回，待我今日回转发现时，已然迟了一步。张衍神色镇定，不知窦副掌院是如何辩解的。
周崇举目光中尽是怒色，窦明说是底下执事疏忽所致，他已经将那人打杀了，并且愿为此事尽责，不再担任副掌院之职。张衍微微一笑，想必这窦明是早就安排好了后路。周崇举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我怀疑是风伤，这极像他的手笔。”周仲举一转头，双目看着张衍，沉声道：“师弟，此事已成定局，如你不愿去，我豁出这张老脸，也定会保你周全。”而张衍低头思索了片刻，当抬起头时，嘴角却渐渐浮出一丝笑意：“师兄，我愿去。”哦，周崇举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可想清楚了？”张衍哈哈一笑：“我在门中也未必安全，如这般的手段仍会层出不穷，防不胜防。我虽不惧，但未免误了修行。此去水国，不在世家名门的视线之内，正是海阔凭鱼跃，长空任鸟飞，说不定正是我的机会。”周崇举沉思了一番，缓缓点头：“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但你明面上是我弟子，却不会炼丹，到时必定有人借此大做文章，陷你于不利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看了张衍一眼，叹了一声：“离出发还有几日时间，这几日内我能教你多少便教你多少吧。”而此时张衍想起一事，罗霄也会一点炼丹术，可见妖修并不缺乏炼丹者，他们何故要来闵苍派借用丹师？向周崇举问出此事，他回答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妖修虽会炼丹，但只会一些粗浅手法，炼一些普通丹药还成，但是上等丹药向来只有我人修可炼，原因是三窍术只有人身修士才能修行，妖修纵然化形也无法炼成，因此在一些上等的丹药，他们只能仰仗我等人修。当遇水国之主姬九商向来好大喜功，此举毫不奇怪。”说到这里，周崇举似乎想到了什么：“我传你的那窍术万万不可流传出去，若叫妖修得知，必是天翻地覆。师兄放心，我心中自有分寸。”张衍目光一闪，不过我看却也不能让窦副掌院就这么轻易走脱了。周崇举哦了一声，望向张衍：“师弟准备作何打算？”张衍笑了笑，既已去位，窦副掌院这一身炼丹术荒废了倒也可惜，不若禀明掌门，让他做我副手，随我一同前去吧。此时张衍刚来到前往水国的船上，便有力士带他去事先安排好的居处，只是此时他却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。张衍眉头不禁微微一皱，那人正是风杰，可此人怎么会在这里？张衍立刻觉得此事有些不同寻常了起来，还有便是此番前去荡遇水国，往来1年以上，这些世家弟子身边力士虽然多一点，但也是合情合理，可居然连一个女从都没带，这未免有些不太合情理了，除非他们根本没想着去很远的地方。再想到风吉出现在这里，他眼睛不禁微微一眯，他在看周围的布置，发现自己的居处被安排在第4层，这个安排很是微妙，扫了一眼，通向上下2层间的出入口都有力士把守，而且目光会时不时从自己身上扫过。待所有人上到楼中，站在最上层的吴真手中牌符一挥，塔楼微微一晃，便频频飞了起来，稳稳当当往东方水国一路而去。早在出发前，他就知道有人会对自己动手，本以为他们至少忍到荡遇水国的地界，但现在看来，好像有些人并不希望他能活着到达那里。仔细回想了一下进入塔楼的人，吴真的修为无疑最高，这个人最难对付，但是并不排除还有其他修为相近的修士在内，他必须做好防备。张衍目光一闪，看来是时候把罗霄换过来了。10日后，张衍看着前往的方向，微微皱了皱眉，这怎么像是前往永浪湖的？永浪湖是3伯之一，博主瞿越乃是一条修炼了1000年的礼经，据说三坡狐妖与闵苍派决定停战后，他是最先罢兵止戈的。虽说从此妖的地界上也能通往水国，但路程其实并没有缩短，而且这未免有挑衅之嫌。不对，看了看今日又突然多出来的几名力士，他们神情中隐隐有一股不善之色。张衍目光一厉，他本能地察觉到一股深深危险感向他袭来，恐怕在到达永浪湖的前一刻，就是对方选择动手的时机。他冷笑一声，眼中杀机四溢，握住了袖中的如意神梭。虽然罗霄此时还未到来，但与其坐等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傍晚，天上明月皎皎，光洁如洗，如泼水一般照将下来。他站在栏杆边，抚着手中的如意神梭，双目射出如冷电一般的光芒，说道：“今日你当饱饮鲜血。”此时只见张衍袍袖一挥，一道青灼灼的光芒迎面呼吸而至，一个盘旋便将门外的3人击杀。突然，一柄长剑一声不吭地向他刺来，张衍冷哼了一声，一股白气从他鼻子喷出，正中那个人的面颊。那人啊呀一声如遭锤击，飞出去，砰的一声倒在了身后的榻上。张衍走前2步，居高临下看了下来，他双目是黑夜如白昼，就算不用烛火，也能认出此人就是窦明。此刻对方捂住流血的双眼，一边后缩一边喊道：“张衍，此去水国，你还需我等炼丹？我对你还有用。”张衍一叹，上前翻掌一拍：“害大于用也！”将窦明拍死，走出房门，他缓步向第5层走去。有一力士像是察觉到了楼上的动静，猛一抬头，发现一个人影正站在自己正前方，还没等他说些什么，便被张衍一口气给吹死了。而尸体顺着楼板骨一路滚落下去。第3层的人见状，刚想叫人，便被一道青芒斩断了生机。来到第2层，还没等张衍动手，一名修士便率先说道：“你就是张衍，我曾听风郎君反复说起你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本事。”张衍眉毛一挑：“风吉，他在哪里？”“风师弟便在楼下，不过你有命走下去吗？我修道23载，你绝不是我的对。”他的话还未说完，张衍的如意神梭便直接解决了他身前2人的性命。那名修士面色大变，连忙吐出16口清浊气，在空中盘旋若舞，黄光闪闪，竟是要接出一个法术。张衍嘴角飘起一抹激色，手中宣命笔向外一丢，此笔凌空一转，顿时将所有灵气一齐刷去。这名修士浑身一震，还未反应过来，宣命笔又在他额头间一啄一带，元灵精血须臾间被一笔勾销，止于一具空壳，直挺挺的躺下。完事之后，张衍不紧不慢地走过去，下到了最后1层。
目光一瞥，发现风吉正被5名名气一众的修士围在中间，他手中拎着一只玉壶，见张眼下来，便一口饮进壶中酒，再一把抛开，随后双手负后，摇头叹道：“张眼，你未免太心急了，再过1日方才是你的归期。”他转过身去，意气风发的一挥手：“杀了吧！”众人手中法器飞剑刚刚腾空而起，哪知道头顶一暗，抬头一看，轰隆一声，一方大雁压了下来，整个塔楼都震了震。再看去时，包括风吉在内，这5人连飞剑带法器都被一并被碾成齑粉。事实证明，遇到主角千万别装逼，不然会死得很惨。而张眼伸手将镇魂焰收回后，又扫视了一圈，随后面无表情地向上层走去，并且随着他漫步而行，所过之处皆成了雾气弥漫之地。而当张眼来到第7层，船上的最后2人不但没有丝毫察觉，反而自顾自的闲聊。此时苏一昂见吴真归入他的魔下，也是不由一笑。既然吴师兄已是自己人了，那么我也不妨与你说一个秘密，你可知我大兄为何一定要夺下申金剑？苏一昂神秘一笑，低声道：“我苏氏先祖当年从一隐秘之处得知，申金剑之中9曲西宫之下有一条修炼万运边龙一退，还有一处真龙府。老李瞿伯盘踞此地数百年，就是为了找到入口，只是他却不得其法，所以始终未能建功。若是我苏氏一旦占了此处，族中有机缘者，立刻便可将这条苍龙一退炼成身外化身，此府氏也可成为我苏氏立派之基。”吴真被这个消息震得发懵，随即又觉出对方话中之意，震惊地看着他：“苏氏有自立之心。”苏一昂站起身，看向窗外明月，昂然道：“我苏氏之气魄，志在天下9州，又岂是区区1州1派能容得下的？”苏一昂的话音刚落，门口便有一道清朗的声音传进来：“小小之辈也敢妄谈夺天！”这声音一出，室中2人俱是一惊，而几乎就在同时，一点青芒穿透板壁，骤然飞到了苏一昂面前。他双目睁大，脸上满是惊恐之色，眼见避无可避之时，突然胸口有一点白光飞起，叮的一声，不仅将神梭拦阻下来，而且将附在神梭上其中的灵气撞散，导致神梭又折返了回去。苏一昂这才回过神来，知道自己已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，本能的抱着头，向着一根粗大的木柱背后躲了过去。此刻漫天迷雾弥散出来，顷刻间周围都变成了白茫茫一片，让躲在柱后的苏一昂惊疑不定。此时那道让人心悸的青色光芒又一次向自己飞来，苏一昂连忙从怀中掏出一张铜镜，随后将此物往上一抛，顿时那铜镜便光芒大放，对着下方照出一道耀目豪光，一下将到了镜前的如意神梭牢牢定住了。苏一昂扒着木柱探头看了看，只见如意神梭在光芒中左挣右眨，却是始终无法脱出，不禁狂笑道：“张眼，我早就料到你有一件金木之属的宝贝，果然是如意神梭。”我这面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却觉得身上汗毛炸起，一只云纹珠笔透雾而出。原来张眼刚才看如意神梭被不知什么宝物挡了回来，立时察觉到用一件宝物奈何不了对方，所以这次却是打得一明一暗的主意，表面上用神梭吸引那件宝物，暗中却想用宣命笔夺其性命。只是就在苏一昂即将被宣命笔点中时，他身躯一震，刚才那点白光又一次脱体飞出，主动迎上，两两相撞下，宣命笔一击无功，笔身上灵光一散，又回到了张眼手中。谁能想到苏一昂竟然能够挡下张眼的2件法宝，这不由让张眼有些惊讶。而苏一昂则恰巧相反，因为自己那件法宝只能抵挡3次法宝攻击，再来一次攻击，自己今天恐怕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在这生死关头，他也顾不上斯文风度了，歇斯底里的大叫道：“吴师兄，你在哪里？你还不快快动手！我若死了，苏氏也不会放过你。”而张眼原本想先以迅雷之势解决掉他，可没想到这人身上竟然有克制如意神梭的宝物，而且还将他的宣命笔挡了回来，因此他决定主动上前，在近距离内刺杀了此人。只是他才迈了几步出去，却感觉到气雾有一阵波动，回头一看，一口飞剑正朝他飞来。这飞剑迅疾无伦，一瞬间便飞到了面前，再出宣命笔却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值此危机关头，张眼双目一睁，张嘴哈地喷出一口昆凌浊气，将其飞剑带偏，荡向了另一边。而一旁的吴真见此场景，面色一变，竟敢污我法剑！看招！他手指法诀一掐，原本摇摆不定的飞剑复又振起，再次斩下。这一次张眼却是避无可避，飞剑嗤的一声穿入他的右肩，但是箭头刚刚刺入一小半，却被张眼单手伸出一把抓住，再也不能深入分毫。得了这个空隙，他右手手指一弹，一块黑焰直奔吴真而去，而自己看也不看，扭头直接往苏一昂冲去。此时苏一昂惊恐地看着前方，剑尖插一把飞剑的张眼仿若无事一般向自己冲来，他心中肝胆俱裂，大叫一声，顾不上再定住如意神梭，转身就逃。后方张眼一跃而起，反手从将自己肩头的飞剑拔下，再顺势一划，苏一昂便重重倒在了地上。而苏一昂一死，张眼伸手一招，便将苏一昂怀中的铜镜引来，随后又将镇魂焰收回。此刻整座塔上下已被张眼杀了个干干净净。他面无表情，扯下一截衣袖，将肩伤包起。随后他走上前，将控制塔楼静置的牌符捡起，一挥手，塔楼飞行的方向顿时一变。张眼这才放下了心。突然，整个塔楼轰然一震，似乎是与什么东西撞了一下。张眼走出栏杆一看，只见一道猩红色的光芒尾随在后，显然是一名玄光境的修士，而且从红芒中时不时冒出一点金光，反复撞击着塔楼静置，看得出也是一件一流法宝。只是几下，塔楼上下的宝光便稍稍暗淡了一点。照这样下去，恐怕不需2个时辰，静置就彻底崩散了。张眼沈笑道：“本来还想令罗霄布置一番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却是怪不得我。”张眼牌符一挥，驾驭着塔楼朝着心中感应的方位飞去，却对此人的动作丝毫不做理睬。
气定神闲回到塔楼中，在苏一昂的尸身上摸索了一下，不多时手里便多了一块圆形玉佩。张眼心中暗道，这玉佩莫非就是……张眼突然发现了躲在木柱后面的苏一昂，他微微一笑，随手从乾坤袖囊中取出了一块美玉，扔在地上道：“苏师弟，别躲了，如果不想魂飞魄散，可来此寄托元灵。”话音落下没多久，一条虚实不定的元灵闪闪烁烁的从角落飘了出来，来到美玉边，便一头钻入镜中。张眼将美玉拿在手中，看着其中那若有若无的小人，却是与原先的苏一昂一般无二，只是此刻却惶惑无比的看着他。张眼一笑，拿着这块玉石走到了塔楼的栏杆边，指着上方道：“我来问你，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拿的是什么宝物？若有半句虚言，我叫你魂飞魄散。”苏一昂如今失去了肉身，不敢有一丝谎话。此人是我大兄麾下的修士贺方，拿的应是紫蓝定心锤，乃是专破飞剑所用。张眼看了他一眼，突然说道：“假设我用你的元灵以作挟持，要求此人退去，你说他可会答应？”苏一昂一听，连忙说道：“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我之事，贺方此人绝技不敢擅作决断，他定会回转禀告我大兄。可我大兄一旦得知我元灵尚存，不但不会怜悯我之遭遇，只会担忧苏氏之秘泄露，必定会想方设法置我于死地。”张眼见苏一昂虽然修为上差了点，但还算是一个明白人，懂得看清形势，不由微笑道：“苏师弟稍安勿躁，等我先会一会贺方，再做对应的处理。”而此时，贺方本来正在想办法破开禁制，却突然看见有一处禁制打开了，他目光不禁微微一滞，见一并不认识的修士站在那里，又好像向外扔出一物，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手中定心锤朝着那里轰击了过去。只是当他仔细看去，却发现只是一块无用的玉石。贺方心头狐疑，怎么就一块破石头？难道那人只是在耍弄他？而就在他疑惑之际，船上又飞出来数道光束，可是当他全部击碎，却发现全都是那无用的玉石，不禁心头冒火，心中咬牙道：“凡间兵法有云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你如此做定有目的，我非要看个清楚不可。”而在塔楼中的张眼却是笑道：“我已知贺方性情，此人多疑少谋，又认死理，不撞南墙绝不回头。如此，我等无需多虑。”而后张眼淡淡看了苏一昂一眼：“苏师弟，我一法或可除去此人，你若愿助我将来便选一句上好肉身于你，如何？”苏一昂毫不犹豫，当即说道：“愿助师兄。”苏一昂很清楚，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讨价还钱只会徒惹对方不满，只有好好配合方才有一线生机。贺方一夜赶路，又在空中用法宝连续轰了2个时辰，任他法力在身后，此刻也是疲惫不堪。但当他看到刚刚戏弄他的张眼，不禁怒从心头起，大喊一声：“小辈，拿命来！”看那金光一起向自己落来，张眼却是对着那里扔出了一物，大声道：“此为苏一昂元灵，贺兄万万收好！”只听狱中苏一昂大叫：“贺师兄，快救我！”贺方一惊，赶忙施展法诀，硬生生的让定心锤停下。正当贺方松了一口气时，一口鲜血当即喷了出来，他强行拖住定心锤，等若是自己接了自己一锤，遭到了反噬。而当张眼看到这个情形，袍袖一甩，手中如意神梭和镇魂焰2件法器顿时飞了出去。贺方突觉浑身一阵发寒，慌忙鼓荡全身玄光一挡，好不容易阻住了如意神梭，只是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便被镇魂焰硬生生压在了下面。正当他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，2道黑色的针芒无声无息的从他后背一穿过，他面容顿时一僵，被镇魂焰压了个粉碎。而这时，一只鲜白的素手轻轻一接，将贺方的撞心锤接在了手中。只见一个妖娆女子俏生生立在一片黑色光云之上，她两颊泛红，双目哀怨，对着张眼说道：“郎君对奴家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奴要解金元血誓，怕是此生无望了。”张眼放声大笑：“罗道友，你可曾听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？我若将来的道，定不负你。”罗潇娇哼一声，希望郎君不是那种负心汉。3个月后，荡于水国边境，张眼两袖飘飘，正乘风飞渡。他周身上下2气环绕，云随雾伴，恍若鹤客仙人。只是在前方飞行的罗潇却频频回首：“张道友，此树太慢，不若我以玄光载你。此去水国落脚也不过是数日路程。”张眼却不急不慢地说道：“还有9个月方是水国之主寿辰，此间难得清静，不若待我再练上几月，到冥气3重再去不迟。”罗潇美目流转：“张道友既已距离冥气3至你远，可曾决定未来走何大道？”张眼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却是曾在道书上见过些许，只是却如云山雾罩，说的不甚明了，还望罗道友指点1、2。”罗潇微微一笑：“张道友，你们人身修士却总是爱弄这些玄虚，我却来告诉你，修士到了冥气3重，凝出玄光之种后，便需决定自身今后之道，而通往长生之路却有3条主道。这第一为力道，力道者外要浇灌，内丹蒸煮，炼就不坏金身，极致者可翻江倒海，土地吞天。这第2为气道，气道者呼吸精气，专攻至道，成就天人合一，极致者化身万千，不死不灭。第3便是法道，法道者明积悟德，公参造化，穷究天地玄理，极致者可千变万化，移星换月。”张眼凝神一想，缓缓点头，随后问道：“不知罗道友所走何路？”罗潇却是一阵苦笑：“我妖修少文字，缺玄法，是以多走力道之途。只因我偶得了一本道书，如今却是走上了气道一途，也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。而张眼修为如果再进一步，便亦要站在这岔道口上，所以这是他不得不提前考虑，不由站在云头上沉思起来。”罗潇身上玄光一展，如铺画卷般连上张眼脚下的浓云，迈步款款走来，笑着用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：“张道友，你可知道姬国主大寿以丹会为贺，是以一本上乘的力道法诀元精命果书为彩头？”张眼面色微微一动，莫非此中别有内情？他听出了其中的味道，
丹师多为人修，若是要设彩头，也要气道或者法道才是。如今以力道之书为彩头，莫非是想留给自己人？罗霄没想到张岩反应这么快，怔了下后点头道：“正是。姬国主有一幼子名为姬章，此人之母乃是人修，在胎中又被其母炼去大半妖血，因此他虽是妖族，却是人身，曾外出向一高人学的一身炼丹术。此番比试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却收住了口，只是笑而不语。张眼听到这里，已经听出罗霄话中之意，不由笑道：“原来不是姬酒商好大喜功，而是为他幼子造势，其余诸人皆是陪衬而已。”罗霄掩嘴一笑：“正是如此。”张道友听闻此事后，可是觉得无趣？张眼微微一笑：“有何无趣？既然姬国主名告天下，召天下丹师共居一堂，当然是各凭手段，各成心机。届时到底谁人能独占鳌头，现在犹未可知也。”罗霄瞪大美目，后退了一步，上下看了张眼一眼：“张道友，你莫非是想摘书夺魁？”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张眼来到了水国8大入口之一的荡域，而此时他见临近船只的甲板上一些妖修在兴致勃勃谈论着什么，侧耳一听，却是微微一笑。听闻1月前闵仓派的苏义昂为自己胞弟复仇，斩杀了申金剑的瞿伯，这苏义宏算是报了私仇。不过这姬国主马上大寿，可没空去管这件事。而张眼则从袖中拿一块玉石，说道：“苏师弟，你怎么看？”苏义昂在狱中躬身道：“张师兄，依大兄性格，他定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为了确保万一，还请师兄在水国亮相，以师兄闵仓派使者的身份，必能保住自己。”张眼微微颔首，表示认同。而此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大喝，那边的人修还不退下！我这船上乃是东海申屠公请来的丹师，是要去面见姬国主的，还不让我等先走？船夫闻言回头一看，脸色却是微微一变。他只是一介船夫，可惹不起这等人物，只好悻悻的操舵，想要让开船位。只是还未动作，张眼却一伸手拿住了船夫的手腕。慢！船夫一怔，表情也不恼怒，反而叹了一声，压低声音劝慰道：“郎君休要强来，此地是妖修之国，凭我们这点人手，却是斗不过他们。而且船上若真是丹师，便是姬国主的客人，而且又是申屠公请来，不如暂且退让，免得横生事端，于己不利。”张眼却是微微一笑，没有说些什么，只是让其稍待片刻。而后他从袖中取出一物，交给罗霄：“道友，且把此物交给那丹师。”罗霄接过，身影一闪，便到了对方船上。只见他不知说了几句什么，那边侍从便闪开，让他进了船舱。没过多久，对面船舱大门一开，一个童颜鹤发的老者走了出来。老者对着张眼摇摇一拱手，不知道对面是哪位大师，却是任某唐突了，可否一驾一叙？张眼踏进舱门，看了几眼，见这里布置简洁，只是陈设架上的摆设很是奇特，俱是一排排白惨惨的尖牙利齿，只看一眼便觉得煞气扑面，血腥味十足。任采看他有些注意，便解释道：“都是东海的一些妖物，水国之中有几个族长颇为喜爱，是以此次带了一些来。”待两人分别落座后，任采将一只锦盒推到了他面前，目住着他，拱手道：“还请道友赐教。在下这3枚丹药称为3寿丹，乃是老朽按照一残缺的古方记载所炼，据传能增寿元，只是有个缺憾，这丹药每一次俱是一炉同出，且其中2枚是剧毒，只有1枚能够增寿。”说到这里，任采稍稍挺直了一些身躯，老夫得此炼药之法，至今已经30余载，也不能明确区分，我观这位道友也是名门出身，不知可否替老朽解惑一二？张眼看了看，随后说道：“道友莫慌，请容我细观。”只见张眼将手伸入袖中，摸住那块残玉，心神便往里一沉入。此时他的分身面前也有着一只一模一样的锦盒，那3枚丹药正整齐在排在其中。他微微一笑，虽然他不能凭借3窍术或者那窍术来分辨出这3枚丹药，但是他却可以用分身来吞服试验。没过多久，张眼便抬起头，冲着任采微微一笑，伸手将最后1枚丹药拿了出来。此丹无毒，但亦不能增寿，只有3丹同服方能建功。张眼的一句话令任采震得浑身一抖，差点跳了起来。他以前会过无数名家，可是却从无一人能像张眼这般有10分把握，能分辨出哪一枚是真丹，哪一枚是毒丹，更别说能看清其中药性如何，那只能证明此人丹术远在我之上。而此时，张眼将那枚丹药放回盒中，又说道：“话说回来，近年来家师一直在整理丹谱，有意收集天下珍奇丹方。”说着，张眼指了指那3枚增寿丹，说道：“我愿拿一上好丹药，与任道友换这副丹方，你看如何？”任采恍然，但他还是没松口，又问了一句：“不知尊师是？”张眼站起身，朝闵仓派方向拱了拱手：“恩师周重举。”哦，任采一惊，连忙也站了起来，原来是周大师的弟子，请受任某一礼。周大师称得上是丹中圣者，如今编修丹谱，任某愿意效力。说着，任采取出2张纸递到张眼面前，此2张丹方，一张为残缺古方，另一张经过任某后来增补修改，并且如果道友不嫌弃，可连同那3枚丹药一起送与道友。张眼拱手道了声谢，随后由与任采又说了几句之后，便起身告辞。此时已是入夜时分，湖面上每隔千步便有一处明亮如龙灯的光点，船行近处，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个巧笑嫣兮的虞美人手托盘盏。当张眼和罗霄下了船后，便对着罗霄说道：“这3月之内，我要闭关修行，除非姬国主换人相召，否则来访者一律不见。”罗霄点头应是，郎君放心，有奴家在外守候，放心修炼便是。张眼步入水阁，盘膝坐在净室中，但张眼却并不急着修炼，而是从袖中取出那3枚增寿丹，随后其中2枚往嘴里一扔，一入腹中，这枚丹药便被灵气包裹住，使得毒性不得发作。随后他墨运玄功将其炼去，再将运化出来的丹气存入胸中开辟出来的气窍中，待这2枚阴阳丹毒被他炼化，
他从乾坤袖囊中取出一把灵气逼人的飞剑，嘴一掌，吐了一口浊气在上面，只闻滋的一声，如是一桶染料倒进了清水，飞剑身上的灵光迅速被污，顷刻间变成了一把普普通通的凡剑，甚至剑身都被腐蚀出斑驳的痕迹出来。张岩满意点头，他的设想果然可行。现在只要对方还没有凝练出玄光之种，飞剑过来，他一口气喷上去，那是剑灵破灵，剑气污气，便是他自己面对这样的手段，恐怕没了法宝也一样遮拦不住。而3月后，房间中的精灵突然响动，而后罗霄便走了进来。姬国主幼子真王姬张遣使者前来，现在碧云轩上外等候。哦，张眼倒是没想到这姬张竟然会来找自己，神色不禁微微有些惊讶。而使者一进来便行礼道：“在下真名，乃真王殿下女官。”随后他看了张眼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真王殿下有谕，听闻闵仓派使者张眼丹术高明，特赐下一件炫罗道衣，此衣可避水火，挡五金，聚气安神，还请张道有请收下。”张眼挥了挥手，示意罗霄收下，随后拱手道：“不知这位上官此来何事？”真名看了张眼一眼，随即说道：“张道友是周大师嫡传，乃当世英才，以道友之才智，当知晓国主此番举办的深意。此番丹会，姬国主以立道法绝缘精命果书为彩头，依我看，丹会魁首定非真王莫属。”真名却是笑道：“道友与真王也算同道中人，不知道友想要些什么，王爷定会尽量满足。”张眼想了想，随即沉声道：“若是可以，我欲借缘精命果书一关。”真名没想到张眼会提出这个要求，先是一怔，然后吃惊道：“道友乃是人修，恕我直言，道友观此书毫无用处。”张眼却摇头：“我观此书并非为了修炼，而是只为解我心中一个疑惑，而我也不会白取。我恩师一瓶丹药，名为化形丹，凡妖鼠之类，只要功行怠满，服下此丹，必可化形脱壳。”哦，真名眼前一亮，水国之中，即便王族嫡系后裔，也未必能个个化形。要知道，只有化形之后，才能修习高深法门。此与人修开脉类似，这瓶化形丹若是真如张眼所言，那对王族的价值简直大到难以估量。他踌躇了一下，此事我不能做主，须回禀真王。张眼点了点头，理当如此。而张眼本以为以丹换书这件事至少要拖个10天半月，结果没想到当天夜晚便送来了。难怪说这真王爱做荒唐事，视丹如视命，看来当真是性之所至，便什么也不顾了。此时张眼突然问道：“罗道友，最近城中是否有异？”道友不提，原先倒还真不曾留意。白日我查探了一番，现出了诸派弟子，海外之妖，尚有为数不少的修为高深者聚在一处，其形颇为可疑。张眼没有说话，只是走到窗前叹了一声：“唉。”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罗道友，你将这原精命果书速速送还真王，然后我等当速速离去。罗霄有些奇怪，难道水国之中会有人特意来为难郎君不成？可水国就算乱起来，恐怕也牵扯不到张眼头上。张眼却摇了摇头，真王行事轻佻，率性而为，不是人君之相，怕是丹会之事有变。若是他丹会安然无恙，那还罢了；若是他被逼去位，甚至被囚，往日点滴小事亦可变成大罪。比如今日借经书一关，若是一旦被揭出来，便是一条上家罪名。我再不走，难道坐等被牵连进去吗？罗霄神色一凛：“郎君言之有理，我去准备船只。等等，走之前你先去买上一批鱼妖美鸡，我带回岛上去装点景色。”罗霄妙目一转，便明白了他的打算。郎君是打算以水国妖姬来帮我掩饰身份？张眼不由一笑：“罗道友真乃我灵魂伴侣，不用点就透。”而张眼此时正踏上归途，打算离开水国，可是没走多远，罗霄便发现竟有一艘船一路尾随在后。张眼回头一看，只见远处有一条船靠了上来，一个身着青衫的修士站在船头。他见张眼目光看过来，不由面色一沉，偏指一点，亮芒一闪，一道剑光破空而来。罗霄连忙上前挡住，身上黑色玄光一放，便如屏风般拖住了那把飞剑。张眼远远问道：“尊驾何人？”青衫修士一声暴喝：“张眼，你还可否记得沈静月？”张眼点了点头，广元派的沈师兄自然是记得的，我便是沈静月的大哥沈月峰。当日荡云峰下，你害我弟吐血身亡，今日我便是前来索命。杀！他袍袖向外一挥，数道匹练般的剑光瞬息飞来。张眼见状，立刻抛出一物：“罗道友接住！”罗霄赶忙接过，此物一到手中，他心神一定，将飞来的飞剑尽数打碎。沈月峰见飞剑全碎，心中不由一惊，他看出罗霄手中之物是一把专破飞剑的法宝，看来只能速战速决了。他目光如剑刃般盯着对面船上，法诀一掐，一道金色光芒从额头正中冒出，手指往前偏指一点，杀！罗霄玉容上微微变色，急呼道：“郎君快躲！此事剑丸。”典籍记载，修士炼成玄光之后，以精金之物凝练成剑丸，经过反复的祭炼，使其与心神合一，加持玄光之后，就能变成杀人利器。见剑丸飞而来，罗霄连忙驱使撞心锤去迎，怎奈这法宝他没有被心血祭炼过，运转之间，剑丸一个盘旋就绕了开来，往张眼直斩而去。罗霄见阻拦不及，不禁花容失色。正在此时，却头顶一暗，面前宽阔的江面也被一处山壁挡住，船只正好转入了一个弯道，飞在空中的剑丸略略一滞，便又飞了回去。罗霄松了一口气，幸好这把飞剑还未开的剑灵，不然灵性一成，剑与神魂相合，剑丸所在之地皆能在心中映照出来，绝不会失了目标。说到这里，他又不免叹道：“当年我走的是气道，若是我练了力道，玄功一转，浑身上下坚若金铁，再有一把神兵在手，
何惧他这白金剑丸？张衍却气定神闲，似乎胜券在握，见前方江水区折弯绕处颇多，侧小声对罗霄说了几句，后者会意，纵身一跃，便跳入了滚滚江水中。而张衍自己则使了个起雾的法诀，霎时间一片大雾仿佛从天而降，不但将5艘大船尽皆裹了进去，便是连江面上也被一片淡淡云烟所缭绕，远近景物若隐若现，如幻似真。待沈月峰的船只从水陆弯道处转过来时，见到眼前这雾所深江的景象，也不觉眉头一皱。忽然他觉脚下轰然一震，船身猛地摇了几摇，沈月峰向后一看，船底竟然漏水了。他知道这一定是那张眼弄的鬼，他冷笑一声，雕虫小技，也想阻我。只见从船头一跃而下，脚下玄光托在脚底，一路踏水冲入雾中，循着声向着前方的船只追赶而去。来到张眼近前，就扔出一张符纸，顿时一团青色火焰便将周围5丈之内的雾气全部席卷一空。世界一开，沈月峰看清张眼两人的身影，没有半点迟疑，手指向前一点，金色剑丸便向着张眼急刺而来。罗霄也是手腕一抖，一只云纹珠笔飞上半空，然而并不是冲着剑丸迎去，而是直直的冲向了沈月峰。剑丸瞬间就来到了张眼身前，眼见的剑丸就要一穿过，突然间一点白光乍起，定命玉龟从他胸口自动飞出，准确无误的隔住了剑丸。沈月峰见剑丸被定也一惊，正想把剑丸招回来，却见宣命笔已经到了他的面前，他大袖一挥，数十道符纸腾起，须臾烧起来，一团灰色烟雾挡在了前方。宣命笔只是一刷便消了个干净，而宣命笔灵机也失，又重新飞了回去。此时剑丸在光芒中左右挣扎，张眼嘴一张，一口混着阴阳2毒的煞气喷了上去，刹那间上面的玄光变得晦暗了下来。而罗霄早已得了张眼的嘱咐，见机会出现，左手中等候已久的撞心锤直接砸了上去。另一边的沈月峰只觉心中一疼，噗的吐出一口心血，抬眼一看，不由目眦欲裂。那枚剑丸在张眼和罗霄两人合攻下，已经光芒全失，犹如凡雾一般。见此一幕，沈月峰心头逆血上冲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厉声大喝道：“张眼小儿，你敢伤我本命剑丸，去死！”他大手一挥，10几道亮闪闪的符纸旋转着飞了过来，看上去威力十分强大。可罗霄眼中却露出一股藐视之色，他轻哼了一声，将手中宣命笔架起，此笔在空中一转一抹，转瞬间就将这些符纸尽皆刷去。随后他左手暗暗捏住撞心锤，待沈月峰身上的玄光被刷去后，立刻脱手一打，将他肩头击碎。惨叫一声后，他再也稳不住身形，往水中落去。见沈月峰落水，罗霄当即右掌一托，一方黑沉沉的巨焰当即在空中展开，一瞬间便扩大到了30丈方圆。随后罗霄手掌一翻，镇魂焰往沈月峰落下的地方一落，轰的一声，巨浪翻滚。当江面平静之后，这才收回砚台，俯身钻入水底。不过多时，罗霄便钻出来，此人尸体糜烂，元灵也已散了。1个多月之后，张眼回到了闵仓派，来到丹鼎院后，周重举见到他也是有些惊讶，师弟此去不过5月时间，怎么已然回转？张眼寻了一只圆凳坐下，随后讲述了这一路上发生的一切。说完后，张眼从袖中取出一封金册印书递了上去。周重举接过翻了翻，随后又放下了金册。此书由我去交于掌门，既然师弟你已回转，那不妨去阴罗岛青岩照壁那里看一下。今日恰是陈长老传授门中飞剑之术，末辈弟子皆可前去听讲。16年一会，机会难得，你可不能错过了。